住白莲的招式而毫发无损。这来自幻岛的猴子不简单呐！又一只无知的猴子。虎哥，这小鬼有点意思。张狂的猴子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哼，你这是自寻死路。有一股力量正从地下急速涌出。小鬼，这是地藏界神力，但与鬼墓的瘴气不同，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生老病死，腐化归尘，死灵气掌管腐化的力量，无所不在，生生不息。这股腐化的力量，使旧的尸骸腐化消失，新的生命繁衍。不过，当这股力量盯上你时，你就只有死。小鬼！猴子，这种死法倒也适合你。依天而行。碍事的家伙已经消失了，我们继续吧。是吗？什么狗屁死灵气，根本碰不到我呀！大神，你这招不管用，不如教你一招新的吧。不妙，白莲小心！这招呢，就叫一命呜呼。最适合你了！哇！帅呆了！是。好玄妙的遁空术，死灵气逼近的一瞬，竟然能连续施展。这个人类女孩不简单，她与民族有什么渊源？老婆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个凭空移动的法术的？这不是法术，叫民族的遁空术。1年前，我被坠入误伤，万象界神力，风雷之下，来到地狱界。是民族大哥哥救了我，后来他还教给了我好多厉害的民族的战斗技能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差点就失去白菜了。
是我疏忽了，不该小觑从幻岛回来的人类。被猴子打倒在地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我会记下这个教训，马上我就会让你知道侮辱神的代价。哼，吓唬我呀！我可不吃这套。白菜，你去孔雀身边，看我来教训他。我多年未曾踏足中土，记忆中从未遇到过如此狂妄的猴子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看来是时候好好整顿整顿了。哼，整顿！混账大神，别以为人人都愿意跪在你们脚边，摇尾乞怜。本圣王原为驱逐民族贱种而来，不过遇到如此顽劣之徒，也不能置之不理。人类，你已犯下大不敬之重罪，万死也不顾偿还。白莲竟然会对着一个人类摆出如此认真的架势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只有击败对手，他才能挽回神族战士的尊严。圣王老兄，你倒还有心思关心别人，不会已经忘了我吧？来玩玩吧。好，我就先收拾你。堂堂民族大将，就只有这点本事吗？你的爪子裂了，一点裂痕算得了什么？我马上将你撕成8块！看我的！可惜了，你的铁爪承受不了本圣王的力量，在把我撕成8块之前，你的双爪已废了。果然厉害，竟能以双拳的威力将我的双拳逼退。不过要废我一双铁爪，可没那么容易。2个战斗狂，不知道得打多久。我还是先盯着白莲吧，毕竟这个人类可不简单。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，你将会死得无比凄惨。去！这死灵气，说是腐化死亡的力量，飞舞起来倒像是有生命力。看你能躲到何时！果然毒性猛烈，不过小试一下，伤口马上出现了腐烂的迹象。小子，你身手再好，也不可能避过死灵气的追踪，它是无处不在的。天罗地网，开！这家伙好狡猾，放出死灵气追踪我是假，将我逼进死角，一口气困住我才是真。不必担心，他还没展现出真正的实力呢。
无色界神力。这小子将神力包裹全身，抵挡了死灵气的攻击。看来他这次修行精进不少。区人类竟然能够记起神力，你到底是神力吗？我早就会了。不过，这个只是另一样东西。这条左臂是由我从另一个世界带回来的礼物。本大爷现在便赏你一拳，好快，让你尝尝招牌菜的味道。呀！哦，圣王是神族之内最高强的战士，武庚却能一直压制着他。记得武庚刚来到神灵部时，连战斗经验都没有，但他学习得很快，在短时间内吸收了各种各样的知识。后来他经历天启，领悟神力，与大剑士重逢，接触到炼气术的奥秘。短短的10日内，这个由矿场来的奴隶已能和圣王对等的战斗。他实力的增长之快，大大超出我的想象，亦无法探其深浅。无色界神力若是最强之盾，能阻隔一切攻击，他的炼气左臂就是最强之矛，能够发挥超越肉体界限的威力。恐怕当今世上能够同时施展神力与炼气的，也就只有他一人了。武庚这小子，只不过是我族和人类诞下的野种，本座原本并没有将他放在心上，但看他展露出的锋芒，实在是光彩夺目。一个猴子竟然令本圣王接连失手，小子，你相当了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本大爷叫武庚，你想叫我阿狗也可以。好，阿狗，我会记着的。杀了你之后，我会慢慢追查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将与你相关的人通通找出来。你的家人、朋友，全都得死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我也可以向你保证，你一个人都杀不了，因为你得先过我这关。你的实力的确令我惊讶，不过也该到此为止了。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神技。好古怪的神技，脚下突然空了，这是幻觉吗？白菜，别过去。大哥哥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白莲圣王以极致神力打造的专属领域，踏入此领域的所有生命，生死皆由他支配，无一幸免。神技，九空血莲池。好无赖的招数，像是陷在泥潭里，越是挣扎就陷得越深。现在只能先以神力阻隔死灵气的伤害，保持好身体的平衡，再进击而行。小子，你看似轻浮，但关键时刻却能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冷静。但你撑不了多久的，你会一直沉下去，不消一会儿，你的身体就会被侵蚀腐化。你未免开心的太早了吧，混账大神，我还没认输呢。既然你这么心急找死，
那我就把这过程加快一些。池中的莲花都在等待你身体内的养分呢，小子。等到血池没过你头顶的时候，千万别忘记，这就是我为你安排的结局。剑气，那是后发烈焰的炼气之剑，是谁有这种能耐？竟然把9空血莲池蒸发掉！炙热的炼气之火覆盖全场，冰层也逃脱不了消融的命运。五更，看来你的修为还未到家啊！啊，思雨叔叔。你总算出现了，刚刚结冰的时候突然找不到你，可急死我了。我不过走开了一会儿，你就掉进了别人的陷阱里。慈雨叔叔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试探一下对手的实力嘛。你刚刚完成修行，当然想仪示自己能力的界限，但你的对手并非一般的神族，一个简单的失误便足以致命，所以全力以赴吧，用你修行的成果堂堂正正地战胜他。我知道你可以的。哼，又来了一个练气术的高手吗？索性你们一起出手，省得本圣王逐个收拾。喂，别那么心急嘛，先赢了我再说。大言不惭！你以为自己已经逃离9空血莲池了吗？他仍然围绕在你身边，你跑不掉的。再来！双爪自行复原了，原来这就是你的命气。听说你们民族战士自身的灵魂力量能炼化出极强的武器。废话少说，尽管来战！那是……停手吧！这个是仪式。本座今日总算看到地上暴民的真面目，低俗粗鄙，吵吵闹闹，真是丑陋。这家伙是谁？竟然连圣贤殿之首也来了！神爷，久违了，还以为得花一番功夫才能见到你呢。逆天而行。你的声音，本座已听见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起义！一帮暴民，不懂事的猴子，愚蠢的野蛮人，还有神族的叛徒，就凭这群乌合之众，也敢妄想推翻神族伟大的统治？哼，多么可笑！你这家伙说话真叫人讨厌。我非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。五更，别冲动。神眼长老，当日指派新月魁把边城化为炼狱的，就是你吧？我族神权正被挑战。你却执着于这种小事，师兄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是神族一员？是不是神族一员，对我而言毫不重要，我只要答案。
审判治罪是天交付给我的职责，在天沉睡期间，本座时刻尽忠职守，从不偏私，才能维持神族律法井井有条。你虽为天的亲子，但也不能逃脱于法理之外。你有罪，边城的人同样有罪。本座依法判决，有何不妥？哼！实行，你是戴罪之身，现在只有2条路可选。其一，对抗本座及整个神族。哼，毫无疑问，这是一条死路。呸！哼。其二，忏悔认错，本座自会从宽处理。哼。你若尚存一丝理智，应该懂得如何选择。是我错了，我错在太天真。我天真到以为凭我的身份，可以慢慢将傲慢专横的神族改变。这个愚蠢的错，令我所爱的人受苦。我唯一能为他做的，只有战斗。这是心满意足了吗？实行啊！即使你杀死本座，你心中充斥的怨愤和内疚也不会消失。你想为死去的人复仇，借以减轻你的痛苦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往事不会舍你而去，无论你怎样做，它都会找上你。实行大神，是你吗？明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让我死？你从没告诉我会是这样的结局。我不想死。明月，明月，对不起。救我！实行大神，救我！救我！明月！实行被自己的往事折磨，感到非常痛苦吧？经历这么多年，你应该觉悟，你对人类的爱只是镜花水月的幻象。你若不把这份幼稚的幻象放下的话，就无法摆脱痛苦。而唯一不变的，是你生而为神的事实。值得为一份不存在的爱而背弃自己一族吗？除了回忆，我已一无所有。这回忆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。你不该玩弄他！神言，我绝不饶你！冥顽不灵！
你加上不死鸟的力量，就只有这个程度吗？石心，不许对大长老无礼！从未见过神焰出手，想不到他的力量如此可怕。不死之神，压抑我神力的是你内心的恐惧和迷惘。神眼只是利用了这一点。我赐予你强大的力量，并不意味着你拥有。这股力量需要献祭你的精血和神元，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做引领，最终成就你真正的力量。我真正的力量。大长老，此地凶险，您不该亲自到来。久战无益，大祭司也急需救治。本座前来，是为今日之事暂作了断。地上的暴民们，有胆到神域来，那时众神自会给你们答案。我们回去吧。好。今日的相遇着实有趣，我总算看到了民族和人类的真本。铁武圣王，给我站住！我们的战斗还未结束。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玩。暴风。好大的风！大家站稳！大元帅，要追吗？不必了，神眼和圣王们要走，我们是拦不住的。要突破这暴风的屏障，绝不容易。猴子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但你始终难逃一死。哼，真服了你！你逃走还要说句算我走运？是你主子看形势不妙，带你们夹着尾巴溜走。本大爷也懒得追，快滚快滚！哼，难道你还未察觉吗？死灵气入侵了我的右手，我被那家伙神技困住的时候，九宫血莲池由密集的死灵气凝聚而成，你在那里站了良久，就算有无色界神力保护，它也会寻找薄弱的缝隙入侵你的身体，只不过一点点而已，暂时不会致命。但当莲花生长至心脏，并且盛开，你将全身腐化而死，而你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打倒我。吓我一跳！打倒你就能自救了吗？太简单了。等等，请把我带回神域吧。我已向大祭司起誓，痛改前非，效忠神族了。几乎忘记了，我们是不会丢下同伴，不用害怕，穿过刹那门就回到神域了。阿兰，阿狗，你没事吧？阿兰做了什么？他归顺神族了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他一定有他的理由。
是吗？啊，老婆，我刚修行回来，脑子就被搞糊涂了。这段日子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可要细细说给我听听。啊，都出生了，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为善。为善。武庚哥哥，你刚才那一拳，那一脚，好厉害！不过我们也成长了，金刚界神力。看来我在幻岛刻苦修行的时候，外面发生了很多事。本来打算完成修行后，潜入神域救外公。虽然这个目的并未改变，但计划内容却大不相同。全速航行。遵命，遵命。松开反锁，调整前翻。拉起主帆。阿石，休息下吧，这里交给我。不，大姐，朱航比矿场的活儿轻松多了。那时我们可是熬夜开采血石、挖地道，我可以继续帮忙。这次可不一样，这是攻打神域的征途，不是李靖的北山矿场。我们要养精蓄锐，好好教训混账大神们一番。老婆，甲板上风大，我去给你找件披风，等一会儿就回舱里吧。不用啦，我倒是很喜欢这海风呢。只要有你在身旁，再大的风浪都不用担心。谢谢你，带我看到矿场和朝歌城外更辽阔的世界。老婆。喂，别跑！老兄，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啊？一无大碍。抓不着我，来呀来呀！你们两个小鬼，给我站住！我们为什么不尝试推翻神权？你的想法太天真了。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念头，不过很快就被教训了。子羽叔叔，我知道父王一直有这样的心愿，可惜他至死也未能实现。他无法办到的事，就由我来完成。为了他，为了外公，也为了我自己，这次就跟神族做个了结。是时候了。父王，我们正向神域进发，是堂堂正正的进攻，去推翻神的统治，瓦解神权。这是我见过最有气势的大船。它是来自地狱的战舰——黎明之花。加罗罗，天涯海角的正欲兽，神族的猎杀者。别紧张，他是我们民族人的朋友，古雕。
来会会他。哇，厉害！你的兵和大元帅相比，太华而不实了点吧？让你见识下本大爷的拳头。嘿嘿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喂，逆天而行，帮个忙，告诉他，我们人类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。我是真心想和他交朋友的意思啊。走。哇，这样看的大海更壮阔呢。我听白菜说，地狱也有天空、湖海，但没有生机。这么多年，你们在那儿是怎么生存的？你是第一个带领民族反抗神的大元帅吗？吴哥，你和白菜都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朋友，这是我们族人最坦诚的交友之道。通灵术，你可以了解到我的世界。这里没有日和夜，永远是同一个色调，同一种声音。腐臭、浓稠的水不知从哪里涌出来，聚集成河流，流往深渊。地上的人类或其他生灵死掉后，灵魂自天上掉下，开始另一个循环。这里是地上世界的废弃站，只有死亡和绝望的世界是我的世界。阿满，原来你在这里！阿武，害我找了半天。干嘛大呼小叫？大元帅回来了，他正在地下街与族人会面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他刚刚与神族使者见过面，这是神族第一次肯与我们商谈呢。因为他们都不敢轻视大元帅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好消息？很难说。来，神族的条件不可接受。他们表面上愿意对话，实际在不停的敷衍，完全漠视我们的基本要求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他们以为我们是人类，是他们玩弄的奴隶，随便给一些小恩惠，就要我们摇头摆尾，歌功颂德。我们民族人从来不当奴隶，我们与他们是平等的。对，大元帅说的对，说的对，我们要平等。是，他们永远不会看到我们下跪的样子。我们只有死士，没有奴隶。对，不屈。我们期望他们的施舍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要的东西，只有用血争回来。对，争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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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民族大元帅，我的哥哥，海阔天空。很可惜呢，哥哥这次大地之行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。意料之中。神族一向趾高气扬，以为肯接见我就是对民族的恩赐了，怎会认真的听我们的声音？我这次大地之行，其实还有别的目的。啊？
我想寻求治病之方。石化病，可惜没有什么头绪。此病在我们族中蔓延已久，患者煎熬多年，最终石化而死，病因始终是个谜。近日，族人间有一传闻，据说生长在神域的黎明之花能够治愈此病。不过，我觉得此传闻……好啦，一会来就受公事，未免太沉重了吧？对不起，夫人，我这次到大地也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物，给你们讲讲。不如我们下次一起去。好。不要骗我呀！哥哥与阿柔姐姐是命中注定的一对，任何人站在他们身边都会黯然失色。阿满，准备好了吗？再来！就这点本事吗？中招了！太弱了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你的侥幸不堪一击。只有真正的强者，才能带领民族走向光明。这一年里，你几乎没有进步，你令我好失望。为什么总是无法将魂注入兵器之中呢？哥哥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……我们民族战士最重要的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命气，把生命与你手上的武器连成一体，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。这亦是我族战士真正的作战之道。你的资质不差，但内心却似乎有重重障碍，令你停滞不前。哥哥，我或许真的不是做战士的料，其他人都笑我没用，和强大的哥哥完全是两个极端。蠢材，根本没那回事。你怎么可以轻易被别人影响？我的弟弟将来一定强过我，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。哥哥，我对你有很大期望，所以可能不自觉地严厉了。你的成长对民族的未来很重要。民族有哥哥，不是已经足够了吗？不，还差得远呢。最近有不少新人崭露，刚刚得到战士之名的铁血无双，只比你大几岁，但已相当了得了。我们与神族的差距正在缩小，只要民族人团结起来，肯定能有一番作为。10万年的地狱界生活，已让我们一族付出太大代价。神族亏欠我们的蓝天、碧海，总有一日要还。阿满，这件事要在我们兄弟俩手中完成。有我五更，人类以后也不会再做奴隶。争取人类自由是我父王的心愿，也是我要完成的事。此战之后，再也没有谁会被奴役了。你似乎很熟悉去神域的路线。我曾潜入过神域一次，就算星移海天也认得。为什么潜入？也是救人吗？因为黎明之花。
的情况怎么样？夫人感染的确实是石化病，她的身体会在未来数年内逐渐硬化，最终……我知道了。天空，我最终会和其他族人一样变成石头，不过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并不害怕。阿柔，我会一直陪伴着你，直到最后一刻。谢谢你。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阿柔姐姐变成石头吗？无论机会多渺茫，我都要一试。又这么早出去锻炼，阿满最近很努力呢。阿武，有事吗？阿满他。木筏难以抗击海上风暴，那次经历让你有了制造战舰的想法，并沿用黎明之花的名字，纪念第一次出航。是铭记，提醒我，希望是如此脆弱。当它破碎时，只留下无尽的绝望与挣扎。但正是这份绝望，支持我活到现在。乘着黎明之花，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。不过那时你没了木筏，海上风浪叵测，最终竟到得了神域，得有怎样的运气啊？运气？已经第7天了，仍然是碧海。蓝天，围妖鱼居然这么大！好大的窝！鸟，我们到神域了。众神之奴，你是一个奴隶，你自己可能不知道，如果我即将死去，也希望是死在你是自由的眼睛前。死亡，原来这样痛苦。不，还未能。吴刚，怎么了？我觉得空中不只有我们。你的感觉非常敏锐，竟能察觉到神野的空识界神力。空识界神力，神野的神力登峰造极，不但可以监视天下各族的异动，一定范围内还能影响他人的感知。
咒术也非常棘手。你同他交过手？这就是黎明之花，不会错，和书中画的一样。阿柔姐姐和大家有救了。小老鼠，你污秽的脚印，玷污了我族高贵圣洁的原地。身体麻痹了，差一点，一路上这么多困难都克服了，现在黎明之花就在眼前，不能放弃。还不醒悟吗？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踏上这片天地，它不属于你们。即使是一寸土、一朵花，不，应该说是你们不配。你不是很想要黎明之花吗？进入。不！本座正等你呢。监视民族的动静是本座多年以来的职责，而你，民族中出色的领袖，海阔天空，你令本座留意许久了。是你故意放出消息，引我过来。没错。以你的性格，得知神域有医治石化病的解药后，必会为了你的族人铤而走险。即便你察觉到其中有诈，也总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鼠妄想来神域撒野，你也不得不前来相救吧。结果全如本座所料，这小老鼠来送死，你便也跟着来了，正好让本座一网打尽。老实说，你强大的力量着实令本座担心。若放任你继续成长，日后恐成为神族的心腹大患。我自以为克服了重重阻碍，才成功潜入神域，却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假象。神域的目标是哥哥，而我做了他的帮凶，不可原谅。他们先解决你。身体好重，感觉要陷入地里了。神眼竟然能干扰我的意识，动作变得迟缓，连遁空术也跳不远。在本座的超重咒术阵中，越是挣扎，就越会体会到无力和绝望。我不得不佩服你，能在本座面前坚持这么久。也罢，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所谓的黎明之花，根本不是什么治疗石化病的解药，恰恰相反，它的花粉才是民族石化病的根源。原来是你！破击！愚陋，本座的咒术阵不会被烧损丝毫。
燃烧只是掩饰，破击真正的目的是化成结晶形态覆盖地面，利用超重的压迫形成光滑平面，等待攻击咒的冲击，划出咒术阵。真是有点意外呢。阿曼，你一定会比我更强。你看不见自己的潜力，只是因为你一直在仰望着我。从现在开始，走你自己想走的路吧。这残火虚弱的跳动，微弱的光芒，倒像你们的命运一样啊！本座负手可灭。这片天地，生来便属于所有人。哥哥，你要替我带领民族，拿回我们应得的东西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飞鸟术，我把民族的未来托付给你。回答我，能做到吗？能。好。不愧是我引以为傲的弟弟。飞吧，带阿满回到我们的家。阿满，回去告诉阿柔，说我对不起他，我违背了我的承诺。哥哥，要带我活下去。破天空，想不到你还留了一份力气，不是为了垂死挣扎，而是救你弟弟一命，只不过枉费了。碎裂！痛苦是短暂的，你很快就会见到你哥哥了。迦楼罗，你竟敢背叛神族！小老鼠，吸入这么多花粉，即使侥幸逃脱，也苟活不了几日。阿满，我仅余的灵魂力量，能帮你暂且抑制石化。哥哥所能为你做的，就到这里了。以后，你会背负重担，经历痛苦，但都不要失去信心。再见了。那种感觉，我理解。他们不会真正的死去，而是成为我们瓦解神权的力量。武干哥哥！哎，之后你回到地狱界，继承了大元帅之位，一直筹划着起义。民族大元帅并不像人类的王，通过世袭获得，而是要用实力争得。族人遵循部落生活，若没有民族最强战士统领各部落，部落之间很容易发生抢掠，陷入内乱。
哥哥临死之前说他对不起你，无法遵守承诺，陪伴你走到最后。只有这些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只有你回来了？想看看民族如何因为你而四分五裂吗？阿满是为了救你才……对不起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阿柔姐姐，多保重。我没事，阿柔姐姐怎么打我也不为过。确实是我的错，让她失去了爱人，更让民族失去了领袖。现在民族失去了最强的武器，部落首领们又桀骜自恃，我该如何完成哥哥的嘱托？你是说展现实力，得到认可？我才命气入魂，虽有努力练习，但实力仍然不够。号召年轻战士。对，血雾森林，民族有个古老的传说，在地狱最黑暗处，居住着一个从远古战争残存下来的亡灵。好了，别闹了。我知道，你是说你愿意帮忙。你这么厉害，作为搭档，我也要变强才行。不好，那个方向是阿柔姐姐的家。快，大家需要我们。大爷战死了，我们怎么办呀？求兄饥饿来了，快跑啊！我的族人们，看清现实吧！理想填不饱肚子，要想生存下去的话，只有依靠真正的强者，那就是我。当然了，首领，你是最强的。相比海阔天空那小子，就是纸糊的，还说是什么民族第一战士，就这么轻易的被干掉了，都笑掉大牙了。穷凶极恶，迫不及待想做大元帅的位子，我第一个不服。好，老子就第一个杀你。还有不服的吗？我不服！哼，杀！
挥舞！叫猎杀！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，撤！自以为是的小把戏，找到他们，杀了！是，首领。你，还有你，给我走！哎。阿柔姐姐，再坚持下，我们快逃离穷凶极恶的地盘了。好，逃到哪儿去啊？不久，整个地狱界都将是我们首领。哟，是女人，哎，还很漂亮呢。咱们部落不是缺女人吗？啊！滚开！睁大你们的眼睛，这可是大元帅夫人。我正好想体会当大元帅的滋味呢，夫人。抓住他们！没力气逃了吗？大元帅我把他赏给你们了。你别过来！谢谢大元帅。绝不受屈辱而死。阿满，有变了。天空，阿柔姐姐，把手给我。追！已经追来了吗？你们先走，一起逃。没时间和你们争论了。长剑手，不听，往北飞，去找阿柔姐姐的部落。魔表情首领或许能保护你们，至少不会伤害你们。上剑！快走！阿满！臭小子，坏本大爷的好事，看我怎么抽你的筋，扒你的皮！上！死亡眼神，这是我的地盘，容不得你胡作非为。这些是穷凶极恶的手下，我顺手收拾，不用谢我。穷凶极恶说不定随后就到，你好自为之。你是哪个部落的？寒风凛凛，我是。我是阿满，大元帅的弟弟。有点印象。我答应过哥哥，要带领民族夺回属于我们的大地。
可现在，民族却陷入部落纷争，平民遭受战争苦难。作为民族战士，你可否帮助我，将民族重新凝聚起来？你有什么能力？把刀。怎么没有知觉了？我追随大元帅，是因为他的实力值得我敬畏。而你，弱得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力量、尊严和你没有半点关系。我看到的是软弱、失败，更何况大元帅已经死了，大元帅弟弟的身份也不存在了。我会继续战斗。作为强者，或追随更强的人，但不是你。就送到这儿吧。我很希望你能留下。阿满，你必须变强，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，才不负大元帅的期望。因为在民族，弱者永远没有生存的资格。我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，不能再留下来了。这场动乱已祸及民族每个人，是我的愚昧为民族人带来了苦难。我必须变强，才能弥补过错。既然你已做决定，就一往直前。阿武，有件事我想拜托你，好好照顾阿柔姐姐，她是我唯一的家人了。放心的交给我吧。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，平平安安的回来。我一定会回来，亲手结束这场纷争。我离开的时间还是太长了。10年间，内乱持续，强劲的民族战士一朝失去了约束，就不再服从，不再信任，化成了野蛮的凶兽。10年的内乱，民族全面解体，分裂成多个小分部，互相掠夺杀戮，战争一刻未停止。有的首领带着族人远走他方，有的首领为了保护族人而战斗，在不同地域建立起小小的部落，勉强度日。民族人就这样零散地居住在地狱界的不同角落。频繁的战争消耗了他们的斗志和力量，像行尸走肉般活着，等待死于战火，或是死于石化病。大元帅，风力减弱，风向未变，未见异常。铁血无双，继续。是，大元帅。重心再放低，腰部带动，向前刺。收回要害，用腰力，用腰力。我见到的民族战士不但勇猛，而且纪律严明，斗志昂扬，称呼起大元帅满含敬意。你究竟是怎么赢得大元帅之位，还把涣散的民族整顿成骁勇之师的？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，以及民族最强战士。
你是？我是阿满，海阔天空的弟弟。原来你没死，来干什么？铁血无双，我是来要你命的。你在战乱之中保护了很多无辜的人，但要真正的解救他们，还远远不够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要你的力量，助我结束这场内乱，重新团结民族。团结民族？不可能！你知不知道，民族早就分裂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部落。一说穷凶极恶，他的凶狠嗜杀，你不是没有见识过。现在的他比当年更强，其他首领也都是强劲的战士，相互之间打个不停。你要他们听你话，你未开口就已被干掉了。我曾向哥哥许诺，无论遇上什么困难，我都要做到。看在你哥面子上，我劝你一句，早点放弃吧。现在的民族人，为了活下来，必须争抢地盘和资源。受伤沾满失败者的血，哪有功夫陪你做梦？在绝地之中和自己人互相厮杀，有什么意义？要争，不如去和地上的神争。这个心愿，族人们大概都遗忘了吧？他们的记忆，就由我来一一唤醒。哪怕是使用武力，我会找到每个部落的首领。这不是空谈，我一定会让民族重新团结起来。就先从你开始。想不到海阔天空的弟弟也是个疯子，就给你再疯一次又何妨？只要你打得过我，我的命就是你的。10年前我说过，会追随更强的人，这一点从未改变。绝地浪人，纵横天下，可否谈谈？我听过你的传闻。那你心中是否有了答案？10年前，我做出了选择，等待。那现在呢？战！干！是哪个混蛋？笑什么笑？哎呦！滚！干！来！海阔天空的弟弟，曾经是我族中的耻辱，没想到今日却有这么多人支持他。
你们是不是傻了？啊！因为他们和我一样，渴望乱世终结。穷凶极恶，当年你是哥哥死后第一个反叛，令族人陷入10年浩劫之中。不过，只要你现在放下私心，为民族效命，我们仍是兄弟。哼，笑！老子从没怕过谁。你以为召集了这群乌合之众，就能逼老子就范？小子，太天真了！老子的天性就是杀人。老子不高兴就要杀！小子，有种跟老子单打独斗！现在认输来不及了。老大厉害，老大厉害！寒风凛凛，你想救这小子？别忘了，就算冰霜地狱的寒气，也奈何不了老子。若是岩浆般灼热的水汽呢？这种剂量最多能赢1次。真正的战斗，看的是实力。好。一次都没能赢啊！巨龙牙有以一当百的力量，小子，你敢站着不动，当面长我一击吗？够了，还不服吗？无妨。来吧。单手，命气入魂。服气了吗？不服，我们可以再打。不可能，即使是当年的海阔天空，都不可能这样赢我。服的话，就将命交给我。你要抢要杀，不要对着自己。神族独霸大地已久，你的天性还是对着他们释放吧。我会给你这个机会。哇，有意思。你这小子真有一套。从今天起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阿柔姐姐，我回来了。阿满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抱歉，回来的这么晚。你很辛苦吧？不，我已不再感到痛苦。听说你收服了那些割据四方的首领们，你做得很好啊。阿柔姐姐，我统领的民族会保护弱者。这种守护是我变强的意义所在，就像哥哥曾经守护着我一样。天空常跟我说，你有不同凡响的资质，肯定会比他更强。你们兄弟两个一定是命运安排给民族的守护星，只不过你的光芒
注定要在你哥哥死后才能爆发。阿柔姐姐，当年的事，我从未怪过你。你对我们的爱，我都明白。我好高兴，到最后能看见你长大成人的样子，我真的好高兴。还好你赶得及回来，见他最后一面。他在石化病的后期，情况一直很差，但却坚持住最后一口气，不肯离开，为的就是要再见你。我回来了。谁？一个高傲的回应。只凭你们几个部落和神族决战，搭上几条性命都不够。我们的剑士愿为民族而战。还有我们的刀，我们的枪，我们的盾。铁血无双部落愿追随大元帅。死亡眼神部落愿追随大元帅。大元帅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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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间众族本皆生而平等。神族于涿鹿之战后霸占大地已久，众神之主自封为天，奴役他族。可是我们民族人是不会屈服的。今日民族团结，待厉兵秣马后，就是要逆天而行。就这样，民族战士获得重新编制，拧成一股与神族决战的力量。其中，幻夜死士是战士中的勇士，面罩下有一份视死如归的共同信念。而民族大将就是民族最骁勇桀骜的13名可怕的家伙。随风起舞也是。真是不可貌相，可怕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从船底传来的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怎么打也不会死的家伙！我要杀了你！这并非他本来的样子，本来的他正在受苦。神眼在我们面前从容自在地离开了。石心大闪，你应该明白，独自挑战神族是不明智的。我要到神域去，了结一切事情。逆天而行，我们暂时可以同盟，但并不代表我们是朋友。数天之后就是月圆，在那时，王者之印的力量会再度侵蚀我的本性。
令我疯狂。我不知道这一次会持续多久，给多少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。无论以何种方法，你要设法封住我的行动。他再这样狂暴挣扎，随风起舞的多重封印咒文抵得住吗？相信随风起舞姐姐，她是咒术最强的民族大将。石行也是神族暗部大神。没力气了吧？他好可怜，不如由我们来照料他，好吗？什么？他明明那么爱人类，但却偏偏受到诅咒，他的内心一定很痛苦吧？我好想照顾他，直到他恢复理智为止。老婆，你又来了。同情心不要经常泛滥。这家伙虽然被锁住，但人很危险，太接近的话会随时伤害到你的。所以啊，你跟我一起不就行了吗？是啊，有五更在旁，自然就不用怕。五更白菜，实行就拜托你们了。我们会尽心的。阿武，我想让压在民族人身上的苦难和屈辱永远消失，我能做到吗？你一定可以的。只可惜我没有时间了。什么？在我变成石头之前，我要跟地上的神决一死战。太极大神，来追我呀！这不是抓住你了吗？讨厌！来，亲一下。太极刘月，大长老，大祭司仍在昏迷中，但六部事务应照常有序。对大海的巡查不可懈怠。是。那群民族暴民竟已行至神族海域，你们距离民族大船最近，立即赶赴，警告企图入侵者。是。是。大元帅，远方空中水汽浓重，我怀疑是神族的神力。往东80舍，大量鱼群跃出海面，慌乱逃窜。海中发现庞大黑影。我们驶进了海妖一族的势力范围。战争中，海妖被神族征服，成为被神族驱使的奴隶已有数万年。大元帅，前方危险，他们是神族派来的。没有人会心甘情愿成为奴隶。你把他们都吓跑了，我找谁问情况呢？哼，这些弱小族群根本派不上用场。放心，你们作为先锋，意在探明情况，拖延他们片刻，等待神族大军赶到。此外，
我已命令附近的海妖协助你们。海妖已经出动参加围剿，真是神族忠实的奴隶，我们倒是省了不少心呢。哼，奴隶就得乖乖听话。民族不但不感激神族的宽容，还意图发起暴动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最近一次关于暗月的记录，是150多年前吧？是，记载中，暗月之夜往往伴随战乱或惨案。暗影部落曾研究暗月之力，据说能压制正气，诱发世间邪气、戾气。不管是因果联系，还是牵强附会之说，天上异象更令人在意。现在是进攻神域的关键时刻。我们必须谨慎。传令，全船警戒。遵命。怎么突然变暗了？求你原谅他吧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！请让他的痛苦快点结束吧。明月。小心！老婆，没事吧？铁链勒得这么紧，他一挣扎，伤口又变多了。老婆，你又心软了。他早知道自己疯起来拦不住，再三恳求逆天而行绑住他。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熄灭所有烛火，民族战士素质甲板集合。看来出事了，我得去看看。老婆，我们一起上去，事情太危险了。他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危险？他现在状况不好，需要人陪伴照顾。我还是不放心，找孔雀来陪你吧。不用啦，孔雀姐姐要照顾小家伙们。再说，我跟大哥哥学了很多，能保护自己。好吧，你自己小心，别靠他太近。放心吧。这就是天之子，为了所爱的人类而受罚。虽然外表像野兽，但灵魂正在哭泣，很哀伤。最后一块碎片终于炼成，剑道也更精进一步。这种感觉，有神族正在接近，应该是朝我们来的。收帆，遵命。前行。幻灵阵，烟飞。就是这里。大长老，我们已到达，没有发现民族行踪。
下也没有。今晚月光晦暗，容易疏漏，需多些耐心和细心。逆天而行，有些棘手，不过还是太年轻。暗月之力正不断涌现，最佳的时机就快到了。大长老年事已高，他的空世界神力还可靠吗？会不会给偏了方位？等等，这片海域已过了起雾的时节，今夜的雾起得不寻常。最近只是雾少罢了，海面空气潮湿，遇冷就会凝结成雾，说不定是受你神力影响。仔细搜一搜。好吧。咦，他们看不见我。嘘。转瞬间就会被杀光，一点都不好玩。混账大神！今天让你们有来无回。吴刚，不要打草惊蛇，他们可能还有后援。确实没有。我们去附近查看。降临了。月光消失了，痴心大神，如果不被满月照到，他是不是就能从王者之音的痛苦中解脱出来？暗月之力，避无可避，藏无可藏。痴心大神。杀了你！想活下去吗？就和我战斗！有意思，你不搏斗，他也不恐惧。痴心大神。大元帅，我们失去了星辰的指航。海
妖的歌声。传说是真的，航海之人若听到这个歌声，就会陷入痴迷，然后朝着歌声一直航行，直到触角沉没。世间竟有如此优美的歌声，虽然不知道所唱何意，但感觉很悲戚。用着充满鲜血和死亡气息的歌作为前奏，今晚的狩猎游戏真令人兴奋。随风起舞，先去封住实行的听觉。是。希望还来得及。实行，折回吧。白菜，老婆，实行，这就是背叛的代价。帮他们结束痛苦。释放吧，半月下的王者之印，将他们全部消灭！我的眼睛，好刺眼！进入炼成，就让你来世界。我是凭直觉出击的，心里感觉到。研爆！不可原谅！呀！你的对手是我。正面近身战，武庚在力量上并不占优势，是因为攻击白菜而不使用无色界神力。
会保护你。答应我，才能得到奖赏。不狗，五更。水龙卷。大元帅，是海妖一族，距我们不到10射了。在担心海妖的攻击吗？强大的神渊正在不断靠近，数量庞大，圣王们都出动了。我们天天演练，早就想换成活靶子了。什么妖啊神的都来了，那我们就和他们决一死战。大元帅，全军迎战吗？13大将还未完成集结，过早决战对进攻神域不利，全速撤离。是，战士听令，立刻调整航向。吴庚、大剑士随风起舞，速战速决。好，答应我，才能得到奖赏。啊！好。去帮五更。这边我们很快解决。多亏了真禅，几个时辰将进攻白虎驯养长大，我们才可以快速赶到。他的长生界神力，谁都不会否认，只是没有想到，这次会接受圣王称号，参与战事。看来，神域遭遇的危机比我预料的严重。不到万不得已，大长老也不会解除结晶山顶的9锁阵，释放蓝月。大长老太过忧虑，冒犯者的战力根本不足为惧，不必真禅蓝月出战，我和百神众就能将他们剿灭。圣王们加快了速度。风力干扰太强，无法把控航线。若再迟片刻，就很难撤离出神族大军包围圈了。在实行拖死黎明之花前，杀！
大元帅，不死鸟的羽翼恐怕已完全展开，我们无法压制。杀了他是最快最稳妥的做法。他是神族成员，又有王者之印，杀他一次怕什么？让我来！大元帅，逆天而行，我们暂时可以同路，但并不代表我们是朋友。我能做到吗？协助五更，压制实行。白才，谢谢大哥哥，我没事，阿狗有危险。我的炼气左臂怎么？大狗，不要伤害他！危险，快离开！危险啊！不必担心，我感到噬心大神就在这儿。他的灵魂在哭。白才能够感受别人内心的痛苦，这是非常温柔的力量，比拳头更能征服别人。你我伤势不轻，难和他们硬拼，将水火神力融合。用挑战天魁的那招吧！好，把你们烧成灰烬前，它都不会熄灭。分开他们！魂息。
前锋煞气凝重，应该快到了。二位，我先行一步。猴子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了。快！民族战士后方警戒，敌方还要偷袭，前方幻夜死士准备正面迎敌。哼！刚方运主实习，能再施展潜行术吗？我没事。这只老虎不是阿花。李靖大人，仍未发现哪吒少爷的行踪。少爷这么聪明，会不会已经找到阿狗，并平安跟着他？继续搜寻，一旦有哪吒阿狗的一点消息，立即禀报。是。爹爹，宝贝儿子呀！哎，猴子，我提前来兑现承诺。想伤害我们的朋友，先过我们这关。不玩了。大船要翻了！左满舵。白莲。你们的死期到了。阿狗，你没事吧？我的手。炼气剑的凝聚速度变慢了。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？这里难道就是黎明之花的终点吗？消灭所有冒犯者。是。万象界神力，金刚界神力，地藏界神力，修罗界神力。幻道炼气术。幻道与大地的桥梁被一股人为力量打通了，我身上的炼气也有所感应。相隔多年了，炼气存在万物之中，但这么多炼气聚集，我们居然没有察觉到。
气的凝聚是被这股力量干扰了吗？离空密法，攻破金色圆球。老婆，阿公，感觉好像在飞啊！幻岛练习术，幻岛一向不介入三界纷争，这次居然出手帮民族。大长老的担忧不是多虑。乌合之众必定已在幻岛，那就将幻岛找出来，一举剿灭，以除后患。所有空世界神众，20射海域外搜寻；其他神众，20射海域内搜寻。传令海妖，海底搜查。是。阿狗，老婆，五哥哥哥，五哥，阿狗，太好了，大家都平安无事。阿狗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只是做了个噩梦。太好了，终于醒了！这是啊！幻岛，子玉叔叔。我们怎么会在幻岛？大概是转移之术。这个世界有着太多值得发掘的奇妙事物，恐怕穷极一生也无法窥其全貌。标记做好了。很好，不愧为蓝月圣王。将位置提供给天武，他们很快就能赶到。不用，最重要的事已办好。此时神族正遭受民族进攻危机，暂不宜与幻岛正面发生冲突。剩下的事交给海妖，我会指示天武撤回，守护神域。这是大元帅，海妖一族距我们约100射，不过水龙卷周围并未发现神族踪迹。神族正撤回神域。好熟悉的声音。这个地方，海妖一时也很难搜查到。
但愿如此。随风起舞，核查战船受损情况。遵命。这家伙是……一直希望能再见到你们。这家伙是……狗哥，江少。江少，你变化真大，几乎不认得你了。江少，江少，原来是你啊！太好了，江少平安回来了。白菜。悟空的朋友，炼气竟能在他体内流动，好像和身体融合一般。你失踪了这么久，我们都很担心。这些日子你去哪里了？那年我去打探狗哥的消息，半路上遇到麻烦，是幻岛的白玉尊者救了我。之后不得不前往幻岛，并拜了尊者为师，修行炼气术。刚才救我们的人是你吧？凝聚大量炼气，还把黎明之花搬了这么远。幻岛之主的命令，不管有没有命令，江上都会救我们。这就叫肝胆相照。肝胆相照。上次见识幻岛炼气术，已是多年前。年少可畏。快速凝聚炼气，并稳定保持形态。狗哥，你做得很好。那当然，我也有一位厉害的老师。前辈的炼气修为，已经远超过人类所领悟的境界。当年迫不得已四处流浪，机缘巧合下，曾受到幻岛之主指点。幻岛之主是不是就是幻岛最强的炼气者啊？整个幻岛和岛上的初代生灵都是他炼成的。这么厉害啊！大元帅，战士们已在修葺黎明之花，但处理搁浅还需些人手。月圆之夜后正是涨潮期，海面水位很快就会上升涌进，到时黎明之花自可离岸。明白。不见神隐部的四位，刚刚还看到他们的。幻岛地形复杂，我们去找。死亡眼神，铁血无双，驻守黎明之花，随风起舞，查看实心情况。遵命。在犹豫，不确定是哪个我。不后悔吗？逆天而行，明知不杀我会承担多大风险，却选择了本不该陷入的绝境。大元帅的眼神告诉我，这场战争对他很重要，对你也同样重要。你可以不断复活，但最可能打倒神眼的机会，就这一次。神族不会善罢甘休。云中子，孔雀，云中子。云中子，
嘿！武庚哥哥，是你啊！白菜姐姐，孔雀组长，武庚，孔雀组长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看，青叶紫荆，传说只有五色石上的树木才能长出这样的叶子。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幻岛。我们被这位炼器高手救了，我在矿场认识的好朋友江上。准确说，这里只是真正幻岛边上的隐语。落潮时会与幻岛相连，那才是我和老师所有幻岛之民生活的地方。我的感觉没错，果然这还连着一个世界。可惜当时探寻了许久都没有发现。入口已被炼器术隐藏，只有掌握炼器的幻岛之民，才知如何打开。啊！黎明之花！快！要想瓦解神权，我们很需要幻岛的炼器高手加入。幻岛不会参战，就送你们到这儿。你不和我们走吗？我已是幻岛之民。本以为幻岛之主会支持我们，他最清楚神族的暴虐，才会与天决裂。幻岛之主更清楚战争的残酷，所以远离硝烟，炼成这片漂浮的乐土。他相信改变世界的方法是创造，而不是毁灭。神族奴役众族，世界的毁灭早已开始，唯有阻止，以暴制暴。以暴制暴。那3次大战的结局是什么？是血河从涿鹿战场一直延伸至第一界，是不周山崩，共工氏尸身沉于洪水，是息壤散落，尘封皑皑白骨。但抗争不会结束。幻岛选择新生，不是继续恩怨。可我觉得，幻岛之主内心深处是希望有人能推翻神族，所以他会救我们，还向人类传授炼器术。幻岛之主热爱每个生命，即使对神族也未想过杀戮。他用力量帮助大家，人类却滥用力量，带来腥风血雨，向伤亡。你不明白，父王为了人类不再做奴隶，不惜拼上自己性命。父王，江少，你不要因为阿狗隐瞒了身世而不高兴，他不是有意的，这样一时说不清。现在我清楚了，因为10倍的血石产量，我的父亲被抓进矿场，朝歌沦陷，娘亲死于周兵刀下。你们自以为挑战神族很崇高吗？让无辜的人们遭受牵连，为此承担代价，这不是父王的错。神族暴政下，百
没有一个人能例外。我们必须抗争，攻打神族，凭着心愿，却没有实力，最终重蹈你父王的失败。父王没有失败，他让人类明白，权力不是神赐予的。阿狗先生，你们冷静些，让开！阿石，可恶！强少，你竟然这样对阿石，他是你朋友。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你别管，今天我要好好教训这小子。潮水涨势好快，暴风雨也要来了。出去来了，大家稳住！我们要尽快驶出这片海域。马上起航。遵命。阿狗和江少，不必担心，相信大剑士。白银之盾，阿石也是你的朋友，就带着他去送死。弱小者不但争取不到权利，生命也会被轻易剥夺。你错了，想来。就这水平还想击败天？这是无色界神力！那我就破了你的无色界神力！可恶，他这个阵法应该有破绽才对。对了，在上面。等你很久了。结束了。白银之盾不仅用于防御，攻击力也非同小可。
片言语即将沉入大海，我也会跟随幻岛转移，好自为之。脚上比我强很多。阿狗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我没事。阿狗，起锚，全速前进。是。幻岛沉下去了。脚上。抓紧！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拽毛链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海妖！阿狗，小鬼，这里交给我。拉起船锚，其他人员护航火壁，准备迎接冲击。阿狗，难道我错了吗？难道父王真的错了吗？不会的。危险！无色界神力，无色强。就是火海，也要闯他一闯。铁血无双，斩断毛链。保持警戒，防范海妖袭击。遵命。老婆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巨大！居心不良的叛逆者，我奉神族之命，要将你们击沉于此。海妖之王，你流淌着海妖始祖的血，却为何违背他的意志，效忠神族？没有力量可以挑战神族，叛逆者只有死路。封住听觉，海妖之歌对我们无效，
是什么？是声音制造的咒术结界。打断他们。遵命。我的灵魂力量被削弱了。幻夜死士无法命其如物，普通兵器无法伤海妖丝毫。之前的歌声能迷惑人，现在的歌声通过传播形成结界，削弱目标能力。海妖之歌就是海妖的咒术。没错，这就是你们的挽歌。风力太强，无法接近海妖。调转船头，正面迎敌。是。海底有什么正在接近？快！快！铁骨站起！有什么反击战术？挡！我们可以配合。这柄战戟由海妖始祖用自己的骨头，经地最深处烈焰、天空最狂暴雷电炼造而成。他的继承者能发挥出其中蕴藏的非凡力量。来了！我也是助我！神宗，哼！就算过得了海妖之歌，也过不了我这关。混天之翼，噬心很强，难道是因为经历了暗月？幻夜死士，结盾！还不够！身体合一！五更，好！色界神力！滚回地狱吧！竟是无色界神力！大军尚未集结，避免再次引来神族。五更，我们顺势下潜。好。不自量力，安息吧。父王，又找回残骸吗？他们被流沙吞没了，
回去吧，任务完成。深海中的迷雾。我们中了谁的海妖之歌？难道是？放肆！传令所有水族，发现叛逆者踪迹，立即汇报。是。遇水咒。我在海底能呼吸。怎么回事？太神奇了！刚才是什么？阿狗，老婆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我们能在海里呼吸？是遇水咒。有了遇水咒，你们在海里的行动与大地无异。你们好。又一只海妖，好像是帮我们的。我是民族大元帅，逆天而行。我叫贝尔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还请不要责怪我的父王和姐姐，他们也是因为对神族的恐惧。但我会保护你们，一直到神域。我们去的地方很危险。我比你们更清楚，你是民族的战士，我对你们并不陌生。黑色巨龙每次醒来都会补充大量食物。神族命令海妖用歌声将足量水族吸引至天涯海角。那年轮到我负责，但是没有带来足够食物，遭到惩罚，被发怒的神族推向巨龙。救我的是一位民族的勇士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海阔天空。飞鸟术。是哥哥。当年代表民族去对话，对其他族的事也没办法熟视无睹呢。你有没有试过用海妖之歌控制黑色巨龙？海妖之歌无法影响巨龙。9万年前，神族大祭司用古老的咒术增强了神力对海妖之歌的防御，但代价也是巨大的，他几近丧命。那是什么？哇，好多鱼！那是文妖鱼王。他们都是父王的手下。海妖之王能号令海里所有水族，在他的地盘，我们不占优势。潜行术在水中维持的时间有限。去风渊，那是水族禁地。我来控制船周围的水流。船动起来了。只要前进那儿行驶，我们就能避开父王的耳目和追兵。有多远？前面。这是神秘而古老的结界。我们从这里下潜，去往风渊。甩开他们了吗？还要继续下潜吗？快了，就快到了。快到渊底了。快到风渊入口了。入口？这里多深啊！没有人抵达过渊底。听父王说，曾经陆地上最高耸的山峰坠落这儿，最后也沉没消失。从此，他便不许任何水族靠近。越来越阴冷，也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。即便地狱界万年来不见白日，也没有风渊的黑暗更让人感到渺小。海妖之王，他是海妖一族的始祖。旧神共工，他和民族人在一起。9万年前，神不再满足于仅仅占据大地，更要夺取海域。于是海妖始祖率领海妖，联合众族，
与旧臣祝融交战，那场大战持续了整整200年，最终以海妖始祖怒触不周山，宣告结束。不周山，江上也提过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曾经神居住在不周山顶，海妖始祖战败后，用尽最后力气撞到不周山。如今神族只得在山脚残骸安栖，给那里重新命名为神域。海妖始祖和父王一样，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刻下这些故事的人，想必也是他的追随者吧？画上的笔触很像萧。不可能，他沉醉于修编书册，长居于神域玄台上。有字。不。不周山。看来封渊就是坍塌的不周山顶，传说中埋葬海妖始祖遗骨的地方。什么人？封渊不是你们应该踏足的地方，赶紧离开吧。这个声音。下面到底有什么？一个古老的幽灵，他曾经是一位神。逍遥子，孔雀，大哥，老弟，哎，真的是你啊！他们是亲兄弟吗？样子相差有点大啊。什么叫有点啊？简直就是天上地下。这是你画的壁画？不周山是创世神盘古左臂所画，你的空世界神力竟能刻动这石头。万物相生相克，自有其奥义。你为什么会在封渊？我要写《山海之经》。山海之经。你不是向来喜欢在温暖的玄台书写吗？怎么到这儿了？你被神族流放了。你们从天涯海角逃离，圣贤殿多少会怀疑我。我们连累了你，你为什么不去找我们？我不想加入神野部。更重要的是，流放这些年，我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。幽灵快醒了，赶紧上浮。你和我们一起离开。没有从幽灵那里得到答案，我是不会离开封渊的。那我们帮你。惹怒了他，你们整船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你独自留在这儿更危险。总要有人冒险寻求真相。再说，快走，再迟性命难保。好强的杀意，来不及了。我知道一条近路，带你们上去。立刻上浮。站稳了！抓紧！稳住航向，保持警戒。往前10丈。再上升。好精致的书卷，都是这几年漂泊时我记录的山水和民风。他们是谁？
那是夸父族，跑得最快的种族。不周山之战，他们最早抵达战场，可惜啊，全体阵亡。这些英雄值得更多人敬仰。天上飞的是他们的敌人吗？他们的敌人背上都暗伏着双龙。会飞的是燧人族，归属五族同盟。五族，加上海妖族、冥族，还有谁？刑天族，那是他们的始祖刑天。好残酷的战斗！他们为生存和自由而战。这也是你想做的事。我想用我的笔改变神族，增进各族之间理解和互信。族人们知道远古真相，才能以古为鉴。幽灵醒了。抓稳！什么？大叔，加速！被包围了！9条大蛇！无法控制航向，好像失去了浮力。住手！碰到弱水之环的话，你会被伤的。从上方游出去，没用的。弱水之环中，连红毛都飘不起来。大哥，我好冷。老婆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这又是什么？这就是幽灵的真面目吗？不是幽灵，是旧神共工。始祖，难以想象，他竟然还活着。这难道就是父王禁止水族靠近的真正原因？好强的压迫感，即使他的半截身躯被压在了不周山下，感觉脚上血液被凝结了。尔等是谁？竟敢闯入封渊禁地！民族大元帅，逆天而行。民族？他们不慎落入封渊，并无冒犯之意。无意。收起来！切勿轻举妄动。蚩尤族的气息，你与冰柱神蚩尤有何渊源？冰柱神是我族始祖。亏你们还记得冰柱神！完了！你们这群胆小懦弱之辈，跟着永恒之夜残喘在死寂肮脏的地下，现在连族名都背弃了吗？永恒之夜，9万年前，他率领族人加入盟军，在不周山下与龙族血战。他是背弃盟约的懦夫，危难之际，永恒之夜率部溃逃，是蚩尤族的耻辱，玷污了冰柱神的威名。我无法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辩解，但正在努力改变未来。未来？
五族的未来已尽丧敌手，只剩黑夜无边无际，永恒之夜，永恒之夜，永恒之夜。阿武，我能撑住。老婆，喘不过气。可恶，不可原谅！蝼蚁般的人类竟能使用龙族的力量，但是太弱了。不死鸟。碎人族的精武，老朋友。流年和不周山都无法消磨你的义气。你为何身形俱毁，深渊外露？不周山一役，我们9兄妹都死，火阳之身熄灭，幸存的旧神或被流放，或被奴役。你依附在龙族人身上？他叫石行。是龙族之主的儿子，龙族的子嗣。如今，龙族后代被称为神族。这些星神中亦有善良之神，逍遥子和石行都是这样的神。星神、民族、人类，组成了征讨神族的新同盟。非我族者，其心难测。生死之间还能同心同德吗？飘起来了！白菜，阿武，可恶，动不了了！阿哥，老婆，旧神共工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们之间唯有胜者能带走重要之人，败者将与他共葬渊底。什么？想和逆天而行决斗？老朋友，他们是同盟，就如同当年的我们。碎人族一向信守承诺，可即便如此，龙族大义设下你9位兄妹，你的师弟又是如何选择？他想为世间保住最后一轮太阳，所以就向龙族投降。看来性命远比承诺重要。五更逆天而行，都是这次进攻神域的关键。若连封渊都无法出去，他们又如何能推翻不周残骸上的龙族之主？2条命换所有人的平安，很划算。玄冥，他说的玄冥到底是谁？他自命为天，真正的名字很久没有被提过了。再犹豫下去，这2人得替你们死了。住手！快住手！你到底要什么？一个简单的选择。可恶，到底该怎么做？只要动手，无论谁胜谁负，同盟都将分裂。小心！五哥，逆天而行，你为了重要之人，无论是谁，都可能做出意外的决定。就像当年旧神共工怒撞不周山，扭转了战局。重要之人，海妖族。不同于永恒之夜，他是为了他的同盟碎人和刑天族。胡哥，通灵术，旧神虽强，却并非不可战胜。不要打！这家伙头
头骨异常坚硬，不过其他部位可不一定。我们需要一个接近他的机会。蚩尤族溃逃，燧人族腹背受敌，景无接连陨落。旧神公公发现，正是不周山的加持，龙族神力才源源不断。所以他撞倒不周山。切断神力支援后，龙族暂无余力反攻，剩余同盟得欲转机。不知道他们之中谁会是制造转机的人？机会只有一次，必须一击而中。明白。炼气嘛，就凭幻岛的一点能量，人类也想改变战局？幻岛就和它的名字一样，虚幻的希望。看好了，我们的新选择。愚蠢！老婆，二狗呀！天下仍然是我神族的天下。猴子，站起来又有什么用？你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而已。只剩最后一口气，我也不会在你面前屈服。用火焰燃烧我的生命吧！你的父亲渺小的凡人，居然挑战玄冥。渺小？你不了解人类。哼，悬殊的力量面前，人类弱不禁风。但梦想不会，只要有我，父王的梦想就会继续。我要救出他们，离开风渊，去神域。没有眼睛，这里是哪儿？父王，父王！人类的挣扎毫无出路，所以才值得我们义无反顾，开辟自己的道路。娘亲，是你吗？你长大了。娘亲，你一直都在吗？啊！娘亲，娘亲！五哥，我们从未离开。当然了，你们一直在我心里。裂缝，这里是你头颅的某处。世上最坚固的牢房，并非坚不可摧。你撞倒不周山，头骨也留下了一丝创伤。那又如何？人类的力量改变不了什么。神，人类确实没有与你们匹敌的力量，却有可贵的勇气。正是每个人的勇气，推动着我们自己的命运。后面的路靠你自己了。记住，你是我的儿子。继续飞，用你的双手撕开头顶的黑暗。
曾经的张狂和义气，犹如这残破的躯壳，摇摇欲坠。我的炼气左臂，那是我的颅骨所化。你凝聚了我仅存的神力，现在它是你的了。共工颅骨全套。我们究竟全力帮助他们吗？年轻的玄冥会成长得更加强大。景无，即使你们拥有我的神力，也不足以撼动它。别忘了，曾经翱翔在天空，熄灭了9个太阳。或许有一件曙光，但它还拥有一件能刺穿一切的兵器。并非武器，还有冰主神之刃。冰主神之刃被封存，隐藏在未知之地，如同他麾下战死沙场的99国将。旧神公公的神力正在消失，风源开始倒塌。符力恢复了，我们要离开风渊了。是。新的世界，无限可能。多谢旧神指点。阿狗，去吧。枪阵。这些事迹不应尘封在这里。能看到裂口了。不好！戒备！叛逆者，我要把你们献祭给神！住手！哎呀，竟然是你！你不可一错再错，快随我铲除逆贼！让他们离开吧，这也是始祖的心愿。其实始祖一直被压在风渊下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最后一次问你，是加入被屠戮的一方，还是效忠？我是海妖，不是神的奴隶。好，那就成全你。这是。居然压制了铁骨战戟的攻击，为了讨好神族，女儿的命也不要了吗？这是始祖的神力。你知道他在渊底，还要封锁风渊？始祖越来越衰弱，根本无力和天抗衡。为了所有水族的生路，我只能这么做。海九之大，快跑！姐姐，海妖之王这样会伤到很多水族啊！王，他不配！意念越强，炼成物就会越重、越巨大、越坚硬。这么短时间凝聚的拳套，一次比一次强。
不但将颅骨神力完全转化为炼器，还结合意念提升了炼气术。身为人类，居然掌握了远古神力，他也许真的能成为传奇。共工之怒！海洋号角，父王在向神域传递消息。始祖，嘿嘿嘿，不愧是大元帅选中的人。吴刚，我下手可是很轻的。血灵之毒扩散了，但当莲花生长至心脏，你将全身腐化而死。难道是因为远古神力？我们必须尽快赶到神域，在毒发之前，会打倒他。大哥哥，我们会战胜天吗？希望很小。可大家看上去并不紧张害怕。有件事，你一生都想去做，现在终于有机会了，怎么会害怕呢？是期待才对。狂妄的暴民！密云是从神域吹来的，背后有强大的神力在操控。古雕传来消息，其余大将已按原定计划，即将抵达神域。大元帅，前面出现暗礁，注意规避。有瀑布，大家小心！减速，准备迎接冲击！有完蛋了！大哥，老婆，贝尔，别担心。传闻中，人类无法抵达的神域，原来深陷在大海的中心。差点以为会摔得粉碎。连镜头也看不见，好可怕！这座瀑布隔开了外界和神域，但困在里面的人也很难越过瀑布逃出去。好浓的雾！神族是海上遗迹，远古旧神的石像。勇士镇守不周山，护佑星神荣光。荣光，哼，神奴役天下的时代，很快就要终结了。空世界神力已经在侦察神域，万一神眼发现……哥哥，我也有件一生想要做的事。从未见过这么高的山。创世神盘古的左臂不算山，是天柱。
最高处就是神域中心。此战的终点，天居住的地方，结晶山。所有神众，大殿集合。是心心有泪的部队。啊！这些水族竟然会接应他们！水族并非生来就是奴隶，他们有自己的选择。大元帅，心心有泪。你的身手很好啊！看到海妖之王逃向深海，真是大快人心。你就是大元帅多次提及的人类朋友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乱舞狂刀，他打败海妖之王，你在远处不是看到了吗？哼，我不服！神域决战，我让你服气，倒是你有什么本事呀？嘿嘿，呀！命气如魂。这就是命气真正的威力。民族大将总共有13人吧？其余的呢？我们是先锋军，其余部队负责隐秘和奇袭。神域里的家伙，等着吧。是时候行动了。敌人进入海上遗迹了，必须在这将他们全部消灭。这场伟大的战争之后，你们的名字将永在神族史册。又见面了。每一个都散发着巨大神力，聚集起来的压力让人窒息。他们是圣贤殿百神众，你们带来多少战士都没有关系，我方只需100。哼，再坚固的阵地，我们都会硬闯。动手吧！那就由我，百神众中最不中用的家伙打头阵。之下，由高空俯瞰大地，别有一番风景。小心，他出手了！你们说不定会喜欢。银翼破空！你们刚来到就要被卷走，真是可惜呢。
他就是民族大元帅。只要杀了他，战争就结束了。大神们，看招！先声夺人的效果不错，狂妄之徒！大元帅，还是冰霜地狱的暴风雪更猛烈。流血的战斗是无法避免的。嘿嘿。我等这场较量很久了，老子来了！大军集结。星星有泪，我们赢了战争，我和你说的是，你要答应啊！时间到了。你们就是本座相信决战必胜的原因。胜利必将属于神族。这边，我听到了战争的钟声。民族来了，武庚会和他们一起来。那么，时间不多了，要赶快。阿兰，这边。骑士，你还好吗？你留给我的飞虫越来越虚弱。不要管我，你要帮助大家。民族在蛮荒中流浪，历有10万年，但我们从未屈服。地狱的勇士们，誓死奋战，用神族的鲜血染红这自由的大地。10万年了，今日就是决战日。穷凶极恶，按计划，你我分别带2路突破，
结金山下会合。没问题。吴刚，你有自己要办的事。先打到不可一世的神，再去救外公。只有战死，绝无战败。冲锋！进攻！放箭！既然是大元帅要求，老子就勉为其难同你们作战，但不要碍手碍脚。情况如何？百神众的站位有互补不足的作用，突破他们的战阵，进入神域并不容易。若想和他们匹敌，至少要有民族大将的实力。怎能少了我们呢？走吧。白菜，逆天而行，一定是考虑我们的安全，才有意让暴风把大船吹出海上遗迹。他们在拼死奋战，我们也该做点什么。确实，有件很重要的事。大长老，请回圣贤殿等我们的好消息吧。实行。神言。大长老，实行就交给我。不能让你到神眼大长老跟前。旋风。实行。神域是你的故乡，没想到你要与自己的族人为敌。我抵上性命也要摧毁的东西，就在这里。那么，没办法，只有解决你。这是残影。实行，你连我的衣角也抓不住。这种游戏，玄风真是玩不腻了。来犯者中有不少真正的强者。玄风正解决百神众战阵中露出的实行，你我这第二道防线需调整布局。不必紧张，即使实行加入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我们的优势很快就会显现。蛮族们，看我的神力！火龙连珠！加快进攻速度，趁着黑色巨龙和天未醒，一口气冲进紫金山。一群废物，
先干掉一个。猴子，本大神绝不饶你！居然破了我的龙牙宝盾！大战之前还在意什么宝盾？嘿嘿，吃我一拳！比起海妖，这些神众简直不堪一击。子羽叔叔，不要轻敌，我回来，让你看看本大神的绝技——神力鞭，断石分金。吴更，原来你就是传闻中人类的最强者，大剑士，金刚界神力，铁石战甲。可恶！小心！怎么回事？这些家伙都不会受伤吗？冲啊！战争改变了，却不进攻，只是阻挡。大元帅，所有受伤的大神都瞬间恢复，目前神族无人伤亡，我方已损失1成战力。怎么可能？我亲手干掉的那个呢？是因为真禅圣王的长生界神力，生死轮回线，他以此加护百神众，让这些实力高强的大神以不死之身作战。加护，有本事凭实力打一场！一旦百神众将大军围困在战阵内，必将全军覆没。神族想打消耗战，把大军拖垮。滚世吧！黄魂大刀！没有伤告，莫非是错觉？不对，他在吞噬我的神元。灵魂剑雨，看不断的剑。通灵术，乱舞狂刀，清醒有泪。狼帅，召出真禅圣王，中断他的长生界神力加护。遵命。遵命。有可能一击杀敌，不让他们恢复吗？交给老子！这种声音才能令老子全身亢奋，饥饿熏染。策一句，在边路制造机会，让乱舞狂刀星星有泪冲出战阵。追！好，爆碎灵魂拳！战争刚刚开始，大家就伤成这样。他说要参悟属于真理的大道，虽早已是公认的圣王，却推厥受封。没想到是如今这样。他是众神眼中最接近于天的存在，神族的传道者，
真禅圣王。不愧是真禅，只要有你在，我们没有任何失败的理由。大长老，我讨厌杀戮，若不是涉及神族的存亡，我是不会出手的。这一点，希望你不要忘记。今日出战的大神将以超越本身界限的力量作战，为我们带来最终胜利。本领不错呀，终于令本大臣感到一点痛楚。血灵之毒快要发作了吗？退后！大剑士，我们再来！可恶，这些混账大神有用不完的力气。石行啊，我已发现你的弱点，你有一段可怕的过去，只能捕捉到残影。我明白你为何会来复仇，但这是没有结果的。太认真只会带来痛苦。他的速度远在我之上，把一切视为游戏，你才会得到快乐。我早已不顾一切。看到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从未有人能在战斗中靠近我。暴风之下，风压。会昏迷一阵子吧？没办法，他也是我的族人呢。石行大神，你的怒火已在暴风中熄灭了吗？我们前去阻止真禅圣王庇佑百神咒，你可愿相助？民族大将，不死鸟比之前更强更快。那个方向是真禅，真禅的神力，他离这儿不远了。追来了！等等我呀！闯！旋风！好快！无法跟得上你的速度，不过我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战胜你。他的力量正在急速提升，你有必要这样帮异族人？不会先烧死自己吗？我在烈火中回到世间，比起那时的痛苦，这不算什么。糟了，不死鸟的羽翼已罩住我。旋风，游戏结束，输了的一方要付出代价。有一股无形的墙壁阻挡着我。太认真的话，事情就会变得太无趣。旋风圣王，冒犯者已进入神域，尽快履行你的职责。唉，事情不好玩了，我要认真了。大元帅，他们已经发现了真禅圣王，正前往他所在的方位。
百神众正在收窄战阵，合力突破战阵。遵命，都给我放马过来！解决掉民族的大元帅，他们就彻底完了。来的真不是时候。心脏出现了赤化，需要投入力量镇压病情，打扰下调力量，就会很难逆转我军不利的局面。大元帅，杀了他！找死吗？铁血无双！全为这大元帅团团转，烦都烦死了！这家伙，统统给我滚开！身为大元帅的你，怎么没精打采的？还没把我打败的阿满精神呢？你有事瞒着我，我不喜欢多问，只知道你是不会错的。即使你要我去死，也一定有你的理由，因为你是我的大元帅，也是我的好兄弟。干掉他们！放马过来！是我顾虑太多，令手脚也慢起来了。我有值得信赖的兄弟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他们都能继续前进。那么，我不该再让兄弟们担心了。碎灵拳！不行了吗？我的时间终于要来了。不要说笑了，这样便死，我不甘心！好抓！好顽强的家伙！来吧，铁血无双的确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，可惜已到极限。哼！最后一，还未是时候。我所认识的铁血无双不会如此轻易倒下。我患了石化病，已到最后阶段，不能以全力作战。要对付的敌人太多，你要在旁支援我，知道吗？跟我一起作战吧。只要你打得过我，我的命就是你的。铁，你输了，服气吗？服气的话，就把命交给我。我只是一只大爷，再来，再来，铁。你有点本事，你也不弱。起来吧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。他戴着面罩，仿佛拒绝任何人看穿自己的心思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
声不吭地吞下毒，还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你真是蠢材！我太无用了，不能为你分担，反而猜疑我的好兄弟。我还可以做什么？等等，我还可以跟在他背后，跟着他作战，直到我无法再动为止。不是快倒下了吗？突然又恢复生气。真铲，用最快的速度解决。看我把你斩成两段！你身上散发着野兽的气息，凶悍而凌厉，是因为心有恨意。若能放下，本圣王愿给你生路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明白为了爱的人要拼命打倒对手的心情吗？看我的狂魂大刀！八方论斩！不要执迷不悟而自食其果。乱舞狂刀！实在太古怪了，竟有这样的神！这家伙什么时候出手的？好快！他的气势和其他大神明显不同，我必须全力以赴。我的灵魂大弓已经锁定你了！不行，你会死的！不射出去的话，就无法打倒他。无论你怎么躲避，灵魂剑都会追踪，直到命中你。什么？当我凝神进入空剑映月的境界，你对我的一切攻击尽数会被反弹。我一拳回到了我自己身上，这是他的神力，不可思议！星星有泪！你已得到了警告，为何仍一意孤行？要为同伴解围而不顾自己安危吗？神力加乎减弱了。长生界神力源自于对生命的领悟。真禅圣王已参透众生，神力超凡入圣，是神族的巅峰。谁竟能分散他的心神？一定是乱舞狂刀和星星有泪。吴刚，笼罩神众的长生界神力，并不是毫无破绽。在对手得到神力恢复前，彻底将他杀死。好，就是现在，突破这个困局。必要做的是先杀一个。刚才跟我交过手的大神，每一个都记住了，就是你。3刀之内，我就砍掉你的头。没那么容易。狂妄！你们的对手是我。铁血无双，有你在我身旁真好，我可以没有顾虑的作战，
一直都是这样。第一刀破防，第二刀断筋，第三刀斩杀，不让对手得到神力恢复的机会。正道大神的神元，你们似乎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，这也难怪。你们打算轻松的获胜，晚上再庆祝是吧？我要清楚的告诉每一个神，今晚不会有任何注解大会。猴子，剧毒正在腐化你的身体。如果不是你有神力保护，我已经杀了你10万次。不过，这股外来的神力最后也不会救到你，因为马上你就会步你同伴的后尘。等等，猴子，凭你的一身本领，只要效忠神族，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国家，你可以成王，封我为王。你现在立刻办狗叫，本王可饶你一命！狂妄的猴子，神力鞭，断石分金！思雨叔叔，看哪儿呢？剑气流星雨，你的炼气术根本奈何不了本大神。本神的铁石之身能够抵御天下任何利器，给我粉碎吧！人类的伎俩绝对赢不了本大神。剑气阵不断攻击，就是要迫使我运起铁石之身变得迟钝。不可能，这是什么剑？诸天为弑神而炼成的剑。本大神只会败在人类手上啊！这就是所谓人类的伎俩。你早已固步自封了，神与人之间的差距已缩小了。思雨叔叔干掉了一个，该死的畜生！你的大铁鞭在远处挥舞时威力十足，不过越接近你，鞭子威力越弱。如石粉爆弹！我的眼睛，什么东西？打斗是你死我亡的游戏，这些家伙养尊处优太久了，连毒石粉都不知道。我以前矿场的朋友比你还清楚。1圈，2圈，3圈，终于也收拾了一个。滚吧！这才是嘛，飞得好远呢。有点歪。破了我的加护，我的族人死了，敌人中有几位实力不俗。异兽，好强烈的杀气！将噩梦与现实连接的嗜血怪物，噩梦大蛇是七夕君。大元帅兵行多路，命七夕君潜入神域联合附近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旁门左道，
束符咒。我无意与小童为对手，你走吧。你错了。一，民族人绝不背弃兄弟；二，小孩也是出色的战士，死在我手上的大人多到数不清。身体无法动弹，这些毒液正将我溶解。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杀死由梦境产生出来的怪物，在我的命系噩梦前，你反弹伤害的能力没有用武之地。你是民族大将，鬼魅森林。噩梦大蛇已将你送到另一个世界。这场战斗是我赢了。大元帅，长生界神力中断，百神众战阵开始动摇。为我们疗伤的力量停止了。趁现在，全军出击！一举击溃百神众！混账大神，决一死战吧！紫玉叔叔来了。就像有用不完的力气，竟能扰乱真禅。冒犯者这样做，是要打击百神众的不败信心。你们已经失去战意，完全没有开始时的气势。口出狂言，谁？哼！就凭你们！左右两翼，分进合击。所谓的大神也不过如此。时间紧迫，尽快解决残敌。老子的部队反而落后吗？哼！老子生气了！弟兄们，都给我上！狂妄的暴徒，得意忘形了！地藏界神力，本大神的力量已流入你的血液，转眼间就要化成一堆白骨。老子纵横地狱界多年，吾见过不少。你的神力吗？勉强可以令老子感到一点点麻痹。这家伙难道故意露出破绽引我出手？你了，让你也尝尝老子的拿手本领——巨龙牙脚力！听到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了吗？是一大神！即使你们求饶、投降，什么也好，老子都不会停下来。
现在，老子先将这家伙送回家。至于你们，老子保证一定会比他更惨。不可一世的神，最后落到这种地步，太痛快了！真禅的神力加护竟会中断，没想到早已陷入绝境的冥族，竟能够反扑至此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们应该早已失去斗志，溃不成军。看来，有一股非比寻常的力量在背后驱动着他们。是仇恨的力量？也许吧。他们爱着故乡的族人，所以要拼命打倒我们。大元帅，鬼魅森林已经探知，远古旧神战败后，被星神之主惩罚，身躯化作石像，留在曾经的战场镇守神域，其实是要告诫各族进攻者的下场。旧神的身躯不会消散，直到解除心中执念。如果他们重新获得神力，你伤得好重。我没事，快去看看他怎么样。能动吗？死不了，我恐怕无法再战了。他也好不了多少。要不是有你，我们都已经死在那家伙手上了。我做得好吗？当然，做得很好啊，小鬼。怎么回事？难道？痛苦吧，做了恶事，自当承受恶果。小小的噩梦世界，岂能困住真理大道？这家伙竟凭自己的力量撕破噩梦，回到现实。他实在太强。心神波动之际被偷袭，神力虽只中断一瞬，但导致族人接连丧生。神境，因果轮转。这是问武大蛇的咬痕。为什么？如是因，如是果。因果轮转之内，你们对别人所造成的伤害，都会逐一回到自己身上。谁都要为自己所造的业负责。你们越凶恶，所受的惩罚越重。噩梦，大蛇，还要再造恶业吗？大蛇，出来！小鬼，你干什么？我不想你们死，噩梦会带你们到远方，暂时避开这场战争。纯才，放我下来，我们可以并肩作战。再战下去，我们3个都会死。我不想这样，因为我们是兄弟。你
正北所背负的夜思者，痛苦应该已让你无法行动。为什么？长生界神力恢复了，逆天而行，这些家伙一瞬间就恢复了不死之身。一瞬间已足够。百神众折损近半，战阵溃散。我们目标达成，这些神元能帮我们启动前方石像。他们是曾想攻上不周山的旧神。星神神元对于旧神来说虽然微弱，但足够支撑他们的执念一会儿，助大军进入神域。就是现在！天武、白莲，这些石像只是些空壳，你们开启第二道防线。关键是解决为首实力强大的几位，军心自会涣散。谨遵大长老指示。怎么回事？石像在动！所有人，石像上集结！大元帅，我先行一步。算什么神域？一堆烂石块！注意前方，配合大元帅！哇呼！父王，我登上神域了。哥哥，你曾经许下的承诺，抵达巨龙的国度，我为你实现了。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回来。铁血无双，做得好！你为大元帅杀出了一条血路。你怎么了？战斗还未完结。铁血无双，铁血无双，铁血无双。我们的战斗，时刻记得有兄弟的目光在注视。
我的兄弟，现在我不会为你流泪，只会向前。最后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聚。没有打到敌人，我不会死。他双眼散发着强烈的战斗欲。你的身体已无法承受燃烧到极致的灵魂力量，会先化为尘埃。我牺牲是无法打败你的，这些恶魔会从我的想象中实体化，被破坏也可以无限重生。破击！噩梦噬心！他的灵魂力量突然暴涨100倍，鬼魅森林。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。我从非常小的时候就懂得如何生存。那个小鬼是很可口的食物。是我先发现的，他是我的。哎，不用争，我们1人1份如何？不，我要全部。快！我是个战斗天才，轻易就悟出了命气的窍门，但却不明白活着的意义，总感觉无聊。我一直是一个人，直到有一天，鬼魅森林，我需要你的力量，助我重建民族。民族以前是怎样的，我不知道，也没有兴趣。可我想答应他，因为无聊。就这样，我成了民族大将的一员。听说他们都是一方之主，有很多朋友，只有我是孤独的。看来你很害羞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都是兄弟。什么叫兄弟？小鬼，连兄弟也不明白吗？就是无论任何情况，都绝不背弃对方，兄弟之间互相信任，可以把性命交到对方手上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无条件把性命交给对方吗？有意思。哎，我叫星星有泪。我叫乱舞航道。我有10多个兄弟啊！下辈子我们还是兄弟。真禅，和我一起消失吧！你的确令我意外，不选择救自己，而救同伴。若在另一种情况下相遇，我或许可以教化你。是我的血也会痛吗？我们来自地狱，死亡就是最亲密的战友。随风起舞，继续回到战斗吧！
天而行，我来做你的对手。当我者死。白莲圣王，我们不立刻动手吗？哼，战斗要用脑子。让猴子的血莲继续长，等我的族人分开他们。我的罪，我来赎回。我必须出手，加入战斗。血腥味，是从前线下来的神族战士吗？无法使用神力。新月葵大祭司能否醒来为你作证，并不重要，因为本座不相信你。我流着神族的血，理应回归本族。大长老硬要说我有企图，我无话可说。你很有胆色，不过要瞒过本座的眼睛，凭胆色是不够的。本座直接问你的心。我通过了神眼的考验，但也失去了神力。我正找你，现在是神域的非常时刻，不可随便走动。请大神恕罪。李靖第一次到神域，无意迷失了方向。算了，白莲圣王还等着你的厚礼，随我来。我刚才险些坠入那个阴森的洞口，幸好大神叫住了我。感谢我吧，那可是罪之门，下面关押着的都是囚犯。囚犯。传圣王之令，行迹可疑者，一律就地诛杀。罪之门通往的地方，连众神都害怕和畏惧。地狱的入口也不会比这里更恶劣了吧？这鬼天气还要到处去巡逻。哎，忍忍吧，我看那老家伙也撑不了多久。这就是囚禁最神的地方，天涯海角。到悬崖底，你就会见到我。我看不见你，但我知道你已经来了。他们竟然这么残忍的对你！不要白费力气，我没希望。别忘了，还有更重要的人。把任务告诉我。多年前，我的神力告诉我，当所有命运的碎片集齐时，神权就会瓦解。但另一方面，命运却不是绝对无法改变的。改变命运？怎么可能？有一股力量，强得足以与命运对抗。只要这股可怕的力量存在，无更和民族人可能会被全灭。韩兰，我要你借机回归神族，就是想把这股可怕的力量除去。如果失手，五更他们将面对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。
替你担负这个重任，唯有把剩下的神元传给你。身体又充满了神力，时间不多了，我现在便去。阿兰，原谅我的自私，可怜的孩子，你一生都没有幸福过，现在更是让你独自承担重任。我从没想过自己是可怜和孤独的。你恨我吗？对我来说，你就像父亲一样。阿兰，对不起。赶在10项神力消失前上来了，冲啊！你们要去哪儿？结晶山。你们能踏入这个广场，已经赢得了被我们重视的资格，但也将止步于此。白莲是我，真禅是我，还有旋风是我。四位是我。4级阵法。完全看不清其他人。怎么回事？地面好像在下沉，脚拉不出来。只有4位以上圣王级别的战士联合，才能启动这个阵法。阵法有多厉害？大家被困里面了，会怎么样？龙族曾用此阵大败蚩尤族99魔将，为救神轩辕和应龙击杀冰主神创造了机会。阿狗，这是哪儿？怎么突然就到了这里？思雨叔叔，逆天而行！大家呢？都去哪里了？刚刚还在神域，在烟尘中迷失后，我就到了这儿。这里是。4级阵法发动，先将我们传送至神域各处，分散开，然后再围剿单股部队，
打算各个击破吗？没错，真以为自己能踏入神族的地方吗？只不过是我们的陷阱。你的死期到了，4级阵法，封住火势。死灵器。怎么了？为自己担心起来了吗？白莲，终于肯滚出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害怕的躲了起来呢。我一向言出必行，既然有约在先，当然要亲自来会你。我要你为自己的狂妄无礼付出代价。好啊，反正我跟那些无用大神也玩够了，换个对手也不错。我会让你后悔单独向我挑战。不许你对圣王无礼！阿狗，要后悔的是你自己。现在你才是孤立无援。李靖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为神族而战。天下是神的天下，我们作为子民，应该恭敬谦卑。哼，原来是神族的走狗。别碍事，我先收拾掉你的主人。阿狗，你的狂妄自大不仅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其他人。少废话！哼，本来以李靖人类的身份，他是不能踏足神域的。但我姑且为他破例一次，因为他最了解你的过去。你曾以奴隶的身份，在北山矿场生活了好几年。从他身上，我对你增进了不少了解，令我可以为你准备一份最合适的礼物。白莲又在搞什么鬼？杀了你之后，我会慢慢追查，我一定会将与你相关的人通通找出来。你的家人、朋友，全都得死。那是想绝杀我们，找错对手。老子来到这里，只做一件事：向前，摧毁结晶山。这个阵法里的杀气越来越重。必须突破包围。战士们的灵魂都在猛烈燃烧，但此阵就像张大网，把我们困在不同网格中，越收越紧。4级阵法是由4位圣王联合驱动，那么正面影响我，不考虑其他选择吗？你是神族中站在顶峰的战士，是4级阵法的1级，我必须击败你。冥族将再次失败。万象界神力，他能在巨兽头足间引发天崩地裂，大地之怒。不过，我的刀更快。不堪一击。好快的刀！哼，一交手，已令我如此接近死亡的对手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不过，我不会再给你同样的机会了。看你身上的伤口在流血，没有受到神力的庇护吗？本圣王的战斗，
从不靠庇护而得胜，这次也一样。这次我们也一样，击败镇守4级之位的圣王，别无选择。救神轩辕，观天地运行，悟4级之道，原本用于治理四方，后因涿鹿之战，贯通为兵士阵法。若要破阵，自然同尊天地运行。4级崩而9州裂，打败圣王，困境极极。把身体化成为零，生命力分散在漫天花瓣中。他的神力非常不可思议。人类，报上名来。我叫子羽，中土世界的一名流浪者。人剑皆气派不凡。此剑名为诛天。那时的心神波动。石行，虽然你有不死之身，但这一次我必须做到。切，就算是同样的阵法，你们的实力怎能和旧神相比？不必和旧神相比，只要杀死你。自得到天启以来，我从未尝试过把自己的力量推到极致。事实上，我也有点怕我自己。他把暴风的力量完全集中在一边射出。哼，看不见的东西也是可以致命的。为什么非要拼命不可？战斗除了痛苦，什么也没有。要摆脱他的攻击范围。没那么轻易结束吧？只有你我中一个死亡，才能结束。只有一死，才能结束。4级阵法形成后，他越战越强，权势威力急剧增长。要以快刀压住他的权势，封锁他的攻击范围。就是现在！暗夜降临。暗夜极刃，迅疾如光的快刀吗？竟把我的攻势遏制于此。可惜，你刀上的力度不足，亦不可能压下我的怒拳——雷暴烈拳。刀身几乎要折断了。给我爆吧！他的拳上有一股不断爆炸的霸道力量。关于人类，我有一个疑问，想向你要一个答案。民族来犯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人类多年来与我们和平共处，理应相安无事。你为了什么而战？自由。何谓自由？人类被幻岛之主创造出时，只知聚居于洞穴之中，害怕明天没有食物，畏惧夜幕降临，野兽来袭。那时，你们会感到自由吗？幻岛之主既赋予人类生命，
也就给予了每个人生存的自由。人类得以生存，是因我们神族把文明传给你们，教导你们耕种、储粮、生火、用药，让你们免于饥饿、疾病。神族的确给过我们很多东西，但这不是奴役人类的理由。你们作为龙族之一，与人类一样，都是旧神们的后代，我们是平等的。你以为推翻了神族，人类就不必再受奴役？天真的想法。我对人类有很深的了解。多年前，我曾游历中土，想用自己参悟得到的道理教导他们，助他们超脱世俗种种不必要的苦恼。可惜放眼所见，人类在不受管束的时候，就会流露出丑恶的本性。贪婪、掠夺和战争，在你们的族群之间必定会发生。你们会创造出残酷的刑罚折磨别人，连我也感到惊讶。过去我从矿场放走的那些人，他们都……白莲。我就是要看你这个表情，不枉费我一番心思啊！阿狗，感到难过吗？这些人全部是为你而死的，每一个都是。这就是权，明白吗？神要我们生就生，死就死。阿虎，你说什么？我明白了。阿狗，你疯了吗？竟然对着死尸说话！我一向可以与死尸对话，你不知道？李靖，有这种事？白莲圣王，别听他胡说。李靖，你想知道阿虎对我说了什么吗？他说自己死得好惨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狠心，把他的消息出卖给神族，杀害他。当初我放他走，让他过上了新生活，而你却把他夺走。你看清楚他的样子，他的年纪跟你儿子哪吒一样。进入矿场的时候，就把你视作自己的父亲，卖力干活，任劳任怨。他那么听话，为什么落得这种下场？难道就因为神的一句话你就杀死了他？你也是人呐，为什么要站在神族那边迫害我们？看着他的眼睛，回答我！胡言乱语，为大神分忧，是我们这些仆人的分内事，怎么会于心有愧？冥顽不灵的畜生！我早该在矿场的时候就杀掉你。在那段时间，我看见人杀人，人吃人，最后我放弃了传道，因为我看清了一个事实：人类本身拥有非常黑暗的一面，你们必须受管束。即使给你们所有自由，你们仍然会受奴役，而且暴虐的程度一定远远超越我们。我只会选择站在弱者的一方作战。他日，即使有你所说的人祸，我仍会以相同的态度对待，就如今日与神族的一战。看来我试图教化你，是白费心机了。可惜，人类，你的心已被邪魔侵占，任何道理皆听而不闻，留在世上将成为祸害。本圣王要以真理大道收服你。旋风，以你之血献祭4级之位。哼！他将气流组成一面无形的风墙，连我也难以突破。
越往下压，无形的阻力越强，这就是旋风真正的力量吗？实行啊，结束了。我复仇的焰火没那么容易熄灭。实行，我的神技既危险而又残忍，这一招也是我厌恶战斗的原因。神技真空啊！不死鸟的火雨在一瞬间完全熄灭了。这一招也是我厌恶战斗的原因。什么也听不见，我丧失了听觉吗？我无法呼吸，这是……当我记起真空时，你我周围的空气会被一下子抽走。生命不能缺少空气的滋养，无论人或神，都不可以在我的真空之下作战，甚至生存。你知道吗？我初次领悟神技时，兴高采烈地向启蒙之师展示。原本以为他可以坚持一会儿，没想到他一下子就……实在是太突然了，我也不想的。我的身体正在爆裂，全身血液想要迸射出来，连我身体里的空气也要被抽干了。就是这样啊，当时我的老师也跟你一样，一下子被抽空而死。你看，这就是战斗的后果，只有痛苦。那是实行，实行，坚持住，我们不会在这里停下。下一个是你，旋风圣王。四级阵法的风力在增强，火焰燃烧得更加猛烈。世情不会死的。你还有空担心他？哼，全气！赢！已经能从容接下一拳，果然跟当日有着天壤之别。李靖，旋风已经抢先干掉一个，我们不要落后了，尽快收拾掉他。愿为神族效劳。让狗咬狗也不错的。为了一个人类如此操心，我也真是太认真了。绝不能让他碰到圣王，否则……大狗，看招！千军万马！总共6个，重量倒和千军万马差不多。看我怎样为你们出一口气！白莲，你成功惹怒了我，我不但要破阵，更要加倍的跟你算这笔账。大狗，嚣张无礼！大狗，及早回头！看在昔日交情的份上，我不想亲手杀你。要回头的是你，你再讨好神族，也抬不起头做人。哼，既然你不领情，那可怪不得谁了。
看来非得先打败李靖不可。你太心急了，闯入了我的陷阱，八方怒头，又多了2个。哼，小子的火候还差了些。老匹夫，一把年纪，力气倒不小。无礼的小子，我现在便让你知道，姜还是老的了。上面黑压压一大团，是什么东西？天虎下凡。快被压扁了！实不消吗？还有更多。大狗，我曾经气住你安分的话，本可以一生无忧。可明族傻，你也跟着傻，竟想动摇神族的天下。你为了什么？你成了神族的眼中钉，必定不会有好日子过。与其让你被白莲圣王折磨而死，不如干脆点死在我手上。泰山压顶！结束了。哼，老匹夫，我也有话要问你：为什么人你不做，偏要做狗？看到其他人站起来做人，还要扑过去咬，这种重量还撑得住？李靖，你听着，我本是大商国的王子，不知该有多快活。若不是父王因反抗神族奴役被杀，我怎会流落到你的矿场？但在那里，我理解了父王不惜失去一切也要战斗的原因。你的炼气拳再重，也压不住我对神的怒火。给我粉碎吧！我要打醒你！他的炼气竟有此等成就，刚刚爆发的威力非同凡响。血莲之毒快到心脏了。阿狗，这么快就到极限了？那让你看看我的实力，真正的炼气术。风浪变大了，回舱吧。看到大家，还有阿狗高兴地说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，我的感觉就像站到了云上，可我又害怕那一日从云上跌下来，大家会很痛苦。那一日就是现在吗？曾经站在云上，总比永远在地上爬好，不是吗？没有认识阿狗之前，我不觉得当奴隶有什么问题。不过，现在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。我们的朋友正在为结束这样的世界而战，我为他们感到骄傲。阿石，铁头，太好了，是民族大将。我将目无表情。要的补给到了，你们去救治战舰上的商人，我去前方海域搜寻。遵命。
前方有变，大元帅下达了新的作战指示。那还等什么？旋风的实力不在天武之下，一旦全力以赴，冒犯者瞬间就失去了生存的机会，真让本座放心。逆天而行能应对战场的变化，而我也有必须要做的事。本圣王要以真理大道收服你。只有你自己才是真理大道吗？那么，就来尝尝所谓邪魔歪道的剑吧。看来比想象更有趣。让本圣王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，始终也逃不出我的掌心。我没有将他压碎，倒是他的力量从罗汉局长中反噬过来。这就是炼气术吗？竟能烧毁我的罗汉金身，逼我显露真身，怪不得其他大神都败在你手上。这一剑，要让你从骄傲自满的梦中醒来。空镜映月，斩过他的身体，如同斩过败血。凡人啊，你马上就要受到惩罚了。我所斩出的一剑，被自己的力量反噬，滋味如何？刚才剑锋扫过的地方，火焰怎么仍未散去？这并非一般火焰，它正在焚烧我的深渊。本来不过是一点星火，但一下子就猛地燃烧至此。这样下去的话，消失吧！这火焰竟伤害了我，连空镜映月也无法将它转移。你确实把我的攻击反弹回我身上，不过我的剑只对神族有杀伤力，对我的伤害十分轻微。只为杀神的剑。我曾功力尽失，困于黑牢多年，我一直思索克制神力之法。若重用过去的方法，直接炼成剑，恐怕面对天使，仍难逃一败。因此，我炼成了火。我把猛烈燃烧的火铸成剑，名为诸天。我将以此再次向天挑战。凡人竟要与天斗，将高不可攀的神族之主定为目标。没有什么高不可攀，天就在眼前。你们看，周围的景物在移动，还有点模糊不清。地面有点潮湿。不，是空气变潮了。是肾气，误导了我们的视线。之前吃太饱了，大吃四方，多亏了你解围。我把吃下的海水变成了肾气，一会儿就能覆盖半个神域。趁神族被肾气中的假象扰乱，我们寻找间隙，冲出他们的封锁线。可恶！肾气中，大家都按磁针指向前进，在结晶山下汇合。好。肾气正在不断蔓延过来，可惜
你们的大元帅会先倒下。你的心与技已到毫无破绽之境，不过你有一个致命缺憾，你身体的力量远不及我，这就是你今日失败的原因。我的灵魂性占优势，不能被他限制。无处可逃了。遁空术啊！要为我逆天而行找失败的理由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暗夜凶光，这股刀光，削铁如泥的刀光啊！这样的刀招闻所未闻。好，我所等待的就是这一刻。停在半空中的你已无法退避，我们就来个正面硬拼吧！我要一口气摧毁你！神技，真武大霹雳！真武大霹雳的核心，瞬间能发生数万次猛烈爆炸。一般对手早已被震得支离破碎了。大元帅，数万次爆炸的冲击波也冲散了肾气。无形风剑，玉灵阵，夜雨。这种长在海里的叶子，怎么会在无形风剑上？得手了！肾气虽然被冲散，但这些微小的叶子仍漂浮在神域。只要距离足够近，随风起舞就能发动咒术，让它瞬间生长。是你们选择了更痛苦的死亡方式。神技，真空。石行就是被这招打败的吗？每穿过一层爆炸，都要消耗极大的力量。神奇掩护大军突围的计划也被天武破坏了。有些大将的灵魂力量在变弱，想让我们止步，不可能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从未停下。只是甲虫，血雾森林的黑暗和残酷对我来说，却像是唯一的希望和救赎。一定要找到那位远古亡灵，我愿付出所有，即使是灵魂。你在找我？找了几乎1年吧。我也在找你呀，找了10万年。你是？你的老祖宗永恒之夜，小鬼。告诉我你找我的原因。我要成为强者，最强战士。我可以帮你，但你必须忠于自己才会进步。你要成为最强战士的目的是什么？为哥哥报仇，与神族决一死战。这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。
任何代价。天武不是一个能容许我保留实力的对手。要快速击败他，就不能再分出力量压制病情。他的身体全部石化，竟患病在身，你在侮辱我吗？好，那我就尊重你。破击！大元帅的灵魂力量在爆发。他全身散发出恐怖的气势，与之前完全无法相比。此刻开始，我会把力量完全释放，由入魂推至民族战士的最高境界，破击，真真正正的和你决胜负。好！他凌厉的刀气和速度，我无法抵挡，只有进攻！神技！真武大霹雳！神技吗？这招的威力我已见识过了，现在被破你！破击！暗夜凶光！炸弹！绝对霸道的力量，仿佛要将眼前的一切撕碎。逆天而行的暗夜凶光，破击时竟快得切分了空气，还利用空气间的气浪反弹天武的雷电爆炸，伤了我族的战士。冒犯者的士气正高涨，看来第3道防线是有备无患。进一步燃烧自我，超越形体界限，达到人刀合一，这就是破击的威力吗？可惜，最后一刀偏了。多亏了你的神技，才能破开困住我方大将的真空。你的实力和头脑确实不错，但身体撑不了多久了。到最后，输的始终是你们。哦，我不这么认为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厉害的人类朋友。随着毒素扩散，力量恢复的时间也变长。嘴上不让大家担心，实际也不能拖累。阿狗，受死吧！来不及，只能杀了我的话，哪吒就会死。好险！小子，你说什么？李大人，刚才与你交手，我确认了一件事：你的宝贝儿子哪吒在白莲手里。我在你身边多年，也算了解你的脾气。
你嘴里说敬神，但真要为神出力办事，总有办法敷衍。这次却如此卖力，我早就怀疑了。你猜的十分正确，不过都是你不好。关我什么事？他为了找你，悄悄离家出走，才落在白莲圣王手里。只有交出你的命，哪吒才会得救。受死吧！都不等我把话讲完。别玩花样，很快我就会把你的人头献给神族。即使你交出我的人头，也难以换回哪吒。还不明白吗？从未有人类被允许进入神域。白莲为你破例，是没打算让你在事成之后活着离开。他可是心狠手辣的家伙。白莲圣王，名单上的奴隶已经全部找到了，请问该如何处置？很好，杀了他们，把尸体都给我装起来。请问他们所犯何罪？这个谈不上什么罪，只是因为我喜欢。对了，这只白虎撤在千军，算北山进贡给神族的吧？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吗？他视人命如草芥，岂会让我们负责活命？但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李大人，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哪吒。啊，快说！你马上倒戈，我们合力杀掉白莲，这样哪吒才有一线生机。这岂不是公然造反？哼，小子，你想利用我帮你破4级阵法？信我还是信神族？你应该心中有数，决定吧。相信这小子的话，就得押上我和哪吒的性命造反。相信白莲圣王的话，阿狗，你说话是否算数？可愿立誓与我一起救出哪吒？立就立，怕你不成？我阿狗立誓救哪吒，绝不食言。请受老夫一拜。麻烦。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白莲。太极怎么一副满心不忿的样子啊？不知从哪儿冒出的民族增援，进了神域。那也是圣贤殿的事。这场战争没我们的份。这种时候，竟然要本大山留守结金山。没办法呢，谁叫我们不是神眼长老的一派？大祭司当时若不亲自去招降，直接派6部杀了堕落者，我们现在也不会落到这般境地，哪有圣王立功的机会？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大祭司怎么舍得杀孔雀？他们从小一起长大。怎么了？民族想要暗杀新月魁大祭司，得清楚他的行踪。但大祭司何时出发，去何地，只有我们知道。你怀疑我说漏嘴？还有一个，好心告诉大祭司堕落者消息的那位。神也，是他，每天看守天下，审判罪神，却没有实权，很难受吧？小心被他的空识界听到。哼，怎会怕他？此处晶石有封印空识界神力之效，即使是神眼，也无法窥探结晶山中发生的事。我在这里想讲什么都可以，他听不到。神眼，你个老不死的，都已经1000岁了，还要抓着权力不放，故意放出消息给民族探子，算计大祭司，自己顺理成章取代。
太极呀，你怎可能与神眼斗？何不改变你的想法呢？牺牲的人已经够多了，我绝不能有任何失误。你的潜入必须像飞过的蝴蝶，无声无息。技师放心，我连心跳声都不会有。结晶山的道路迂回曲折，但正确的路只有一条。这里好冷，洞穴内正在降雪，红色的，地上的道路由血石筑起，那么天就在前面了。天与我们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它能够永生不死？天是我们的祖先，远古旧神，它可以永生，因为一样东西——血石结晶。它提取里面的生命力，不断补充给自己。血石不会被开采完吗？地表的血石产量已十分稀少，所以他命神族指导人类进化，利用它们挖掘地层深处的血石，满足自己庞大的需求。这样伤害了无数人，天岂不是非常自私？他对生命的看法恐怕跟我们不一样，毕竟谁也无法理解一个活了10万年的旧神的想法。生命还是有限比较好，不能经历生老病死，应该也没有相对的喜悦。天或许会感到十分枯燥吧。你年纪小小，倒也说得头头是道。不要按我的头好吗？天的存在令世界失去了平衡。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变的可能？有的，只要抱着希望。前面就是天之墓，天沉睡的地方。他沉睡之际，神元离散，寄宿于周围的血石结晶之中。这个时候，他的躯体是死亡的。只差一步了。刘月啊，幸好你察觉到了淡淡的花香。哼，为时未晚。你不是服侍大祭司的人吗？鬼鬼祟祟潜入结晶洞穴，想干什么？大祭司已经苏醒，但仍行动不便，命我到此拜见天。事情紧急，请2位大神见谅。有这种事？看来我们得好好了解一下。你转过来，慢慢走到我们面前。没反应啊，有趣啊！看来留守结晶山也不是完全清醒的。你是跑不掉的。连放！这家伙被我的火球击中也不停下。呀！抓到！小心！炎阳之力！在哪儿？不妙！他的目的是闯入天之墓。追！怎么办？刘月，乱闯者死罪！神界规定，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啊！我们海上尸首被贬至结晶山，
留守再失职的话，也是死罪。横竖都是死罪，唯有抓住叛神，才有可能将功补过。豁出去了！那就是天涯海角。根据阵法中地藏界神力的流向，白莲圣王就在那儿。阿兰说过，外公也可能被囚禁在那儿。他是神族最严密的监狱。奇怪，怎么了？路上一个神都没有，太顺利了。可能都去参战了。是白莲吗？谁？是新月魁派你来的，还是神眼？这声音没用的，你们不会得到什么。杀掉我吧！外公，更是你？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在这儿。很好，你可以来到天涯海角，证明你已经变得很强大。你的手很有力量，我能感受到。他就是当时在矿场劫走阿古的潘神，这就是对抗者的下场吗？神族那群混账，我这就打破岩石救你出来。不用为我操心，我的身体被皱纹封印于此，与岩石化为一体，不可逆转。这是叛逆罪的极刑。不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孔雀，我去找孔雀。吴更，孔雀也帮不上忙，而且我已将大部分神元给了阿兰。阿兰，是我让他假意背叛，混入神域，执行重要任务。现在他正在结晶山内，吉凶为卜。答应我，不可让他死。我一定会救他。这我就放心了。吴哥，记得吗？我们矿场出狱时，你曾答应过替我干件事。记得。那件事就是亲手了结了我。我没有自杀的力量，禁欲的神力也无法抵抗皱纹的折磨。每天的痛苦不断加剧，生不如死。我不想屈辱的活着。难道就这样屈辱的死去吗？我曾梦见命运，他也给我写好了结局。我将永远被禁锢在这里。没有什么该死的命运，即使有，我也要改变它，夺回我们应得的一切。我知道你的神力已经觉醒了，不如让我看看，好吗？无色界神力厉害呀！我的命运改变了。动手吧，吴刚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就叫我老爷爷吧。任何人想要伤害他，必须先杀死我。吴刚，欢迎来到神隐部。动手！动手！我的命运改变了。作为命运碎片的其中一块，我的使命完成了。
永别了，外公！永别了。好精彩的一幕啊！了结至亲的感觉如何？瞧你流泪的样子，太好笑了。我特地挑选这里作为你的葬身之地，就是要看到你痛苦、无奈、失败的样子。白莲圣王，离境！你果然不是神族的忠仆。你以为自己的儿子宣判了死刑？且慢，什么也不必说，你们今日全都要死！是哪吒！那边，爹爹，我在这儿。腐化他们。腐化掉你儿子会更快吧？不要！哪吒，死定了，要死了！哥哥，男子汉不要动不动就哭哭啼啼。你有没有做答应过我的事？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。有，我叫李哪吒。有就够了。正直善良。给我滚开！小宝贝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爹爹，我好怕。这些滑稽乱动的死灵气，怎会难得到我？还以为会有一点难度。你曾经带给我不少乐趣，不过到此为止了。我现在就送你上路。死灵剑气，万刃穿心，阴险的家伙！我就知道你会偷袭，所以才露出破绽，引你出手。你上当了！原来如此，你一直保持着神力，应接我一招，然后立刻反击，真的是很有趣。有这么好笑吗？你的手臂是我的了！怎么了？不是要扭断我的手吗？我的四肢使不出力气，是毒。说到底，都是无知的人类。我知道你可以记起无色界神力，隔绝死灵气的攻击，不过对你体内的毒就无法阻挡。刚才那一招，只为刺激你的血莲之毒发作。莲花盛开需要大量养分，你的一切力量都会被剥夺。别说战斗，很快就连站都站不稳了。哥哥，你现在应该很后悔来到神域自寻死路吧？不，即使你不来，也是死路一条。当你惹上本圣王的那一刻，你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。你看起来也是有头有脸的，这样赢我不光彩呀！有种解了这毒，我们重新再战。你以为自己是谁？有什么资格和本圣王堂堂正正的相战？千军万马！爹爹，糟了！爹爹！
李靖！哪吒，拼命游上去！在我收拾其他人之前，我要好好欣赏你惨死的样子。临死前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：那条路下去，出了醉之门，就能看见你的子羽叔叔。不过，这次他不会来救你了，他会在地狱中等你。水柱喷射！小子，你要撑住，我来顶住这家伙。又来一个废物！云中子，别乱来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别忘了，我是你第一个老师呀。而且，我答应过你外公照顾你，这种时候岂能退缩？即使要死，也是义不容辞。看我风流潇洒云中子的绝技！水炮连珠！我的死灵气是至阴之气，水炮接触到它，威力马上被化解。现在，轮到我还击了。你能躲到哪里去？我被死灵气包围了。既然如此，只能用最强一招——苍龙翻江。有水化成的龙没有被撞散，反而紧紧缠住我。这就是你最强一招吗？一点用都没有。你想为这猴子牺牲，我成全你。不妙不妙，被这些东西包住就没命了。小鬼，还不出手？来了！你呀！本大爷就算中了毒，也能让你尝尝屈辱的滋味。早就料到你这只蠢猪狂妄轻敌会落入我们的陷阱。云中子，不要放松，继续用神力封住他的行动。我马上给他致命一击。这一拳是为所有惨死在你手上的无辜矿工而打的。尝尝他们的愤怒吧！哥，哎呀，做得好！你的演技也不错，那句义不容辞，连我都感动了。当然了，否则怎么当你的老师？演技！你们竟敢算计本神王！我早就看穿你这种家伙了。我因一点小事得罪了你，你就死缠烂打，连我周围的人也不放过。你表面高傲，内心却脆弱的可怜。一点小事也可伤你那么深，深到一直记在心里。我对你所有的憎恨、愤怒，都将化成黑色的火焰。整个血池都是由死灵气打造，连枝叶都有奇毒。五哥，你和他过过此招，一定有对策吧？保持神力，隔绝死灵气，其他依然没什么头绪。神力在消失，是脚下的池水吸走了我们的力量。今日全都要死！气血黄连！水炮！
云中子，太好笑了。好累，身体还在不断下沉，挣脱不出来。这样下去，只能任凭宰割。这些花草没完没了，在血池中越久，对我越不利。最直接的办法，就是打倒白莲。你很有活力呀，白莲！本大爷马上就会到你面前，把你那张讨厌的脸打爆！来呀，来呀！凭你的本事，根本到不了我面前。一潭死水就想困住我，天真！来呀，来呀！怎么了？五哥，你越有活力，血池越想得到你的养分。白莲，你这个混账！我现在好高兴，高兴的不知怎么形容。阿狗，看着你死去，原来这么畅快。怎么没有新的血莲长出呢？就是说9筐血莲池没有吸收到他们的养分，他们人活着。这股力量比之前强的匪夷所思。无色界神力，喂，你未免开心的太早了吧？什么9空血莲池，表面上有花有草，华丽的样子，但进入底部，就像你的内心，漆黑、腐臭、肮脏至极，还有一大堆见不得人的东西。本大爷怎会留在这种地方？不可能！白莲，我也告诉你一件事，为了探究自己的炼气潜力，我把神力大大压制了。刚才我便尽情释放了我真正的神力。你等猴子，你的血池吞下了我，却没有能力消化呢。我要你在痛苦哀嚎中死去，你吓不到我。猴子，你知道死灵气是从哪里来的吗？这么多尸骨，难道？没错，都是多年来死在我血池中的人。食人血骨！哥！嘿！这些骨头能把碰到的东西都吃了。死灵气吗？我的炼气术恰是新生的能量。云中子，借我一臂之力。踩稳！我听见了你们尸骨的哀嚎，现在我就去把那个混账大神给收拾了，解放你们的灵魂！我阿狗活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遇到一个从心底里厌恶的对手。你是第一个。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！这一拳，阿牛为阿虎，所有死在你手下的人！混账大神，这是你应得的！五更之怒！
去死吧！白莲败了。4级阵法的一角在崩裂，白莲被5更打败了。太好了！趁阵法受损，穷凶极恶也强攻冲了出来。但4级阵法中的神力是流动的，如同循环周转的湖水，若部分干涸，其他地方的水会迅速填补。怎样才能彻底突破阵法？继续打败剩下3个镇守即位的圣王，维持阵法的圣王越少，阵法威力也会越弱。时间刚刚好。哎呦，总算真的把毒解了。没有什么高不可攀，天就在眼前。结束了吗？可怕的神力笼罩四周，我仍沉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，记不清什么时候进来的，根本分不清真实和虚幻。凡人啊，世上的一切都是虚幻的，包括你的认识、执着、欲望。我的大千世界反映出你内心潜藏的想法，对你来说，它就是真实的，一念之间便可创造世界。我已在大千世界中轮回了多次，你打算将我永远困在这里？不，当你经历无限轮回后，会更接近自己的内心。若能顿悟真理，像我一样超然物外，到时战斗自然会消失。但若护恶不全，就会自堕地狱。超然物外，没兴趣。我在干什么？子羽，夏树，当初你回朝歌，一去几年，音讯全无，我很担心。现在终于回来了。自我流浪来到西域，就喜欢上了这里，没有争斗，自在安宁。继续在这放牧耕种，过恬淡的生活吧。这正是我所追求的。剑圣，眼前的一切都是假象，只不过是一个梦。我不该再逗留下去。是不是梦重要吗？至少在这个世界中，你可以得到平静，不是你一直所追求的吗？我要做的事还未完成，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平静的。你又要离开？对不起，我必须要走。当我完成这件事后，就会回来。这是你的内心，但还不是最真实的渴望。在那深处的尽头，埋藏着一个不愿让人知晓的秘密。这也是你加入这场战争的理由。是吗？别玩这种把戏了，爽快的一战吧！朝歌，王宫。子羽，苏姬，你最近总是心不在焉呢，是因为大王要宣布传位的事吗？关于王位之事，我看到的是……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如果哥哥成为王的话，会这样死去吗？我可以改变。
我知道你一向不在乎，但为了大商子民的幸福，你无论如何要努力啊。我会的。子羽，今后大商国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。父王，子熙，你要好好协助弟弟治国。父王，放心吧，你们兄弟俩一定要齐心。奉先王遗命，子羽今后就是我的王，我愿意为他而死。子羽王子才智武艺俱佳，是继承大商王位的合适人选。继位之时，已得到众神的认可和祝福。大王到！从今天起，我们的新王将带领大商国千秋万世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以前父亲每次狩猎，都会带我来这里，看着落日长吁短叹。为什么？为我们的渺小而感叹。父亲曾受过神的教训，因此敬畏甚至惧怕他们。他认为凡人绝不可以挑战神，我们能做的只有信奉。我不信神，我也不信。我们兄弟俩在此约定吧，合力把大商国治理好，等待时机起兵抗神，令我们的国民不再受奴役之苦，好吗？哥，这个约定太美了，可惜不可能实现。因为你早已离我而去，你和这里的一切都由我一念而生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我早已清醒，但不想揭破这个梦，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够重聚的机会。当年我回到朝歌，和你相聚之时，却是生离死别，没机会多说一句。哥，对不起。在梦中，我曾想替你接受命运，但现在醒悟，我应该更早回来，与你并肩作战。你永远是大商国的王，我取代你的位置，总是格格不入，是我察觉到这个世界不对劲的地方。不愧是我的弟弟，即使是神也控制不了你的意志。答应我，你绝不可以死。我会尽力而为。哥，悟空已经长大了，他正完成你未做到的事。去吧，他还需要你的教导。再见了。越向下，感到现实越接近。我回到了原来的地方，虽然看似经历了数十段人生，但在现实中，或许不过转瞬之间。一个凡人竟可以跳出大千世界的约束，在自己最深层的梦中觉醒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类。我们赶紧从罪之门返回神域，帮大家打倒其他圣王。我竟忘了你有伤，我就叫孔雀。孔雀，孔雀！哎，刚刚路上和他说好的，埋伏在那儿见机行事，不会又被阵法转移失散了吧？难道失去救李靖和哪吒了？以李靖的实力，不至于。而且3个人到现在都没赢。五哥，怎么了？我们暂时不能回神域，孔雀他们可能遇到危险了。而且，
我的神力赶到，神域那边也发生了变化。4级阵法威力减弱了？不，是在加强。怎么可能？逆天而行也应有所察觉和应对吧？他终于要出来了吗？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根本无处藏身，无法全部避开。刘烨，好古怪，怎么回事？不要使用神力，应该是天之墨的自我防御力量。他在对付上床者。直接追！只要我们动，就会被攻击。为什么？他什么事也没有。追不上了。撤！他们似乎没有追来。虽然辨不清方向，可我却能看到一条路。是因为祭师的空时剑神秘吗？叛离神族前，他应该不止一次踏足这里。我感到自己在一片浩瀚的神云之海中，它蕴含的力量巨大而温暖。我的神元正与它共鸣，我们似乎有着相同的根。再往前走，会有什么呢？新来的祭师为什么手里没有血石结晶？真不像。有事要向天禀告吗？是的。跪下，说出你要禀告的事即可。我必须当面向天禀告。不懂规矩吗？所有祭师都是这样做的。可惜，我并非你所说的祭师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这些家伙，胆小的过分了吧？还以为得花一些功夫。照精灵所说，历代祭师都未推开过这扇门，天就在这扇门后面吗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，是说你。从未听过神族中有这样一位圣王。你是谁？你无知，连天的使者都不认识。天的使者？天使圣王是我族血统最为高贵的圣王，承载着天的伟大使命而降生。跪下！遵命。还没来得及出手，所有闯入者都将安息于光明。强光中暗藏了异乎寻常的杀伤力，它在侵蚀我的身体。怎么可能？仅用一术击落了所有的暗杀点？难道是修罗界神力？
召唤的竟非一般妖兽。我所照之光，无形无尽，无处不在。这里充满着光，意味着我连反击的时间和余地都没有。见到我已是你的荣耀。流光万道，我也要融入这片神渊之海了吗？阿哥，如果是你，一定不会认命吧？一下就干掉了。暗杀蝶的拟态伪装，可以融入任何环境，无声无息。可惜，对我无效。为什么？我是天之使者，驾驭光的圣王。光影间一丝一毫的变化，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这股神元，你身上的神元不是你的，那是伏羲的神元。他想做什么？也罢，只要除掉你，伏羲无论有何阴谋都无从施展。为了天和神族，你的死值得。是谁？出来！民族大将，不闻不问。刚才我居然没有感受到他的存在，那张脸竟和我相似，却是邪恶的神情。不闻不问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大元帅，你可知，神族与民族的先祖同为远古旧神，为何如今却有了巨大的实力差距？是神力。在远古时期，不周山下的地脉吸取着神力，为神族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支持。地脉？难道？现在，这些分散于大地各处的神力结晶，有了另外一个名字——血石。这些血石被人类开采，又被神族收集，它们被藏在神域，依然持续地给神族提供着巨大的神力。不闻不问，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粉碎天之幕。白莲虽然败了，但天使正将结晶山的神力输送给4级阵法，如此便不足为惧。他身为旧神女拔的后代，一定会维护4级阵法的荣耀。不过，本座有点意外，逆天而行，竟能将不闻不问收为大将，既相连又对立。一个堕落御史，一个光明天使，到底谁才有资格继承最强女战士的尊荣？这场战斗真让本座期待。粉碎天之幕。好强！你是光，我是影，有光的地方必然有影，你是战胜不了我的。这个民族大将，竟然有着与圣王同等的战力！你敢弄伤本圣王的身体？停！
流光万道。糟糕，他被压制了。你别忘了，在这里，我的神力是源源不绝的，你迟早会死。圣王大人，哪怕再渺小的杀力，也足以影响千钧天平的平衡。竟敢让圣王流出高贵的血！神技，光明净灵剑。这里是天使圣王的神迹，光明净灵界创造的世界。世界。天使圣王的能力是光，他的神迹就是没有黑暗的绝对光明。影子消失了，是净化。对于你们这些胆敢闯入天之幕的罪人，这是洗涤你们罪孽的最佳方式。失去影子了会怎样？在这里，你的意识会一直清醒，目睹自己的身体被一点点剥离，痛苦清晰而深刻。想要消除罪恶，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罪。这把剑，为什么它还有影子？在旋风的真空之下，连不死鸟的神力也无从施展。深陷在海底的淤泥里，不论我重生多少次，都会立刻窒息而亡吧。明月，在为我们的重逢而祈祷吗？我在这儿。石心大神，你忘了吗？为人和神平等相处的新世界，是你不顾一切战斗的真正理由。明月，你不该这么早来这。等再次相见，一定要和我讲讲新世界的事。冥界大门要关上了，明月，回去吧。明月，不死之神呢？醒来吧！这样的创伤不足以打败你，只要你相信自己，你可以克服它的。记着你现在生存的唯一意义，把内心的怒火再次燃烧起来吧。我活在你的身体里，为你带来无穷的力量，但你的意志才是决定自己界限的关键。只要你有不可动摇的意志，就不会有任何对手能够压制住你。相信自己的力量，你是无限的。肾气也救不了你们，你们最终还是难逃一死。只能硬闯了。有点意思。大家上！雕虫小技。
强，强大的神力正从结晶山传递而来，4级阵法被加固得更强。海水在沸腾，不，一股灼热的原始界神力。这样足以蒸发海水的巨大神力，威力真是恐怖。你的神元在剧烈燃烧。不愧是被天亲手击败的不死鸟。旧神们各个神力都强得可怕，不过你依然无法战胜我。因为结晶山正将一股更古老深厚的神力传递给我。这股古老神力的主人，正是创世神盘古。区区不死鸟，在创世神的神力下，渺小如若蝼蚁。伤口愈合强了。你把所有神力都集中于攻击，换取破坏力的大幅提升。但这也意味着一个致命弱点：你的防御力会骤降。我的真空已击入你体内，你将抓住了！你是故意的。你的速度确实无法逾越，但我说过要用我的方法战胜你。石青，你疯了吗？一旦飞出无界天，谁都难以再飞回来。这样的战斗有意义吗？旋风，战斗对你来说是无聊的事，但对你却是生存唯一的意义。我会一直战斗，不惜放弃一切换取胜利。这就是石醒的意志。太阳，石醒，难道你要再继续下去，我们都将无法承受它的温度，最终化成灰烬？不，你会在真空的折磨中仙死。有什么值得你牺牲自己？为了打破4级阵法，为了一个新的世界。死在这种景色下，也不错呢。又有一击被攻破了，但实行。我们暂时可以同路，但并不代表我们是朋友。石醒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，接下来只要有创世神的力量，4级阵法就不可能被攻破，而你的身体也不可能再接我的神技一招。不可能吗？不稳已发动奇袭去阻断结晶山的力量，对决很快就会见分晓。天武，我们决一胜负吧。这位民族大将似乎对天使圣王极为熟悉，而他的能力又恰与天使圣王相克。他究竟……此剑乃我命器，名曰玉影，是为旧神女拔所制。旧神女拔？旧神女拔？大长老，你是说，在第一次众神之战中立下大功的那个旧神女拔？当年龙族旧神轩辕与蚩尤引发第一次众神之战，蚩尤族蛮勇凶猛，龙族一时节节败退，而旧神女拔的出现，正是那场战争的转折点。那场战役发生在涿鹿，可就我所知，在这之后，不错，旧神女拔背叛了龙族。后来发生了什么？第2次众神之战，他加入五族同盟，反攻龙族，最后被天击败。
本座透过晶石看天下大事，年复一年，能窥见的远古之事也竟越来越多了。天既然击败了旧神女拔，那又为何？旧神女拔确实死了，但她的后代却活了下来。她出生就背负着罪，注定要用一生来赎。守护天之幕，既是荣耀，也是枷锁。天使圣王，他竟然是……但天也不知道的是，旧神女拔的后代，其实是一对双生子。你在污染我的光明净灵界。污染，不过是给你这虚假的白色涂抹色彩罢了。你敢！我的意识虽然清醒，但是身体接近崩溃。光明净灵界是继承了母亲的光明之力。第一次众神之战时，蚩尤族遮天蔽日的暴风骤雨，都能被母亲的光明之力瞬间驱散。凭你如今的神力，确实难以抵挡。看不到了。绝对的光明跟绝对的黑暗一样能蒙蔽双眼，你的视觉已被剥夺。不要紧张，你身上还有很强的空识界神力，这是我们获胜的唯一希望。天使圣王此前曾言，这个光明净灵界就是他。那是一个谎言。除创世神盘古外，没有哪个神能将自己化为一个世界，天也不行。那一定是结晶山中的远古神力，让天使圣王能创造出一个虚假的小世界，而他本人一定正躲在光明净灵界之外，伺机而动。躲在这个世界之外，但是必须阻止这股远古神力。其他圣王也得到的话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身上的空世界神力能助我找到他的藏身之处。祭师的空世界神力，请帮助我。胆敢违逆天的罪人，就在这片纯粹的光明中洗净罪孽吧。什么纯粹的光明？虚假！第一次众神之战后，母亲识破了龙族完美统治的谎言，才倒向了五族同盟。因为她明白了，绝对的光明是多么可笑。愚蠢，徒劳的抵抗。用心感受，你可以的。世界本是混沌，光明与黑暗同在。以光明之名所行杀戮，才是对生命的亵渎。这是母亲在地狱界领悟的真相。找到了，在那里。破题。黑魂剑影。你为什么？真正的白并不存在，白是世间一切色彩的聚合。母亲识破了这点，最后造就了这把纯黑的玉影。视觉恢复了。你输了，法路让开。你是我的使者。我是天的使者，
肩负天的使命，即使是神元毁灭，也不会放弃使命。迎接审判吧！怎么可能？他的神力在急剧增强。他在调动整个结金山的神力，足以支持神域所有神族的庞大神力。本座等待已久的时机，终于到了。连绵的神力从结晶山而来，涌入真禅体内。人类，你是如何超脱轮回的？真禅圣王，不得不承认，你有完全超乎我想象的能力。但我最后能够回来，因为在我心中有最重要的东西，永远都是那么清晰而深刻。你不该触及那部分，因为它会令我觉醒和愤怒。你以为众生皆愚昧，必须听你的教化吗？至少我能给你一点意外吧。你输了。大胆！孽障！徒手抓住了。本圣王一心一意教化你，但你冥顽不灵。当初重修炼气，我选择了焚烧神元的诸天之火，实行是暗部大神。诸天之火在他身上展现出了出乎意料的效果，但仅仅这样还不够。面对火部大神太极和雨部大神流月，诸天之火的效果就会被削弱。我进一步修行炼气，已经克服了五行相克之力。五行相克，焚烧神元，在真理面前，也只是见识短浅的愚拙。我曾教授真理于你们，偏偏你们就是不肯听。神族都是蠢材，没一个听得明白。现在连一个人类也不肯听我教化。我是恶禅，凡是不肯听我说道理的，本圣王全部都杀。愚蠢是一种疾病，不可治，只可灭。怎么会这样？长生界神力被逆转运行了。真禅内心的恶魔出来了，看来他的心魔也吸收了创世神的力量。也罢，只要天使不断传递创世神的力量，保证天武的即位不被打倒，片刻后被强化的神族战士就能补上其他即位。我原以为强化神族的神力来源是存放于天之墓内的血石，现在看来，结金山本身就是神力来源。但我的任务不会变，切断这股神力之源。好可怕的神力，简直要把身体撕碎。那是创世神盘古的神力，如今从正面已很难击败天使。那该怎么办？他的使命是把守天之墓，墓门也只有他的力量可以开启。你是说，火旗飞魂剑影，这我早已看穿了你的破籍。迎接审判吧！
快来！愚蠢！除了我，没有谁能推开木门。受死吧！徒劳的抵抗！什么？就是现在！不！这些似乎是某些动物的尸骨，支离破碎，是战斗的痕迹。这里像曾经历过一场可怕的杀戮，地上堆积着厚厚的尘土，好像几千年来没有谁踏足过。天一直沉睡在这样的地方。我感到了流淌的生命力，他在那里。你的任务是杀天，击败天使，就能切断传递向四级阵法的远古神力。杀了天，战争就结束。你我分头行动。凌乱，残破，空气中弥漫着腐败的气味，血石中的生命力在不断汇聚。这就是天强大的根源吗？这就是远古真相。尸骨很奇异，不是我熟悉的动物。这里发生过什么？就在上面吗？血石内的生命力正源源不断地流向这具尸身，身上有双龙盘绕，除他之外，没有谁有此特征。他就是天，主宰天下10万年的远古神，就在我眼前毫无防备地沉睡着。在这个状态下，他不能做出任何反抗。我可以杀死他，凝聚我仅存的神力，一击刺穿他的心脏就行。
让我结束这无止境的痛苦吧。天武，决一胜负吧！依天而行，我的神技已吸收创世神的力量，你无法抗衡，只有死路。死路吗？我早就见过了。心脏石化在甲区。石化病，不治之症啊！命运真的太好笑了，你千辛万苦找到我，却将不久于人世。这么看来，我要找的人也不是你。这么多星光，亮闪闪的，是什么？曾经可能覆灭神权的种子，最终还是散了。只要还有一颗，就有希望再次聚集更多的星光。这个未来需要我去开拓。未来，小鬼，你的一半灵魂也被我吞进肚里了，如今又患病在身，可死人有什么区别啊？我在这里气馁的话，才会是一个死人。时间虽有限，但我仍可用尽每一分力量，活到最后时刻。掌握我命运的，不是石化病，是我自己。永恒之夜老师，请神教。我的心不会死。神武怒斩。哥哥也就勉强够到破级，你呀更差点儿，真是太无用了，害不了我的入魂，任何兵器都可以。你不可以侮辱我哥哥！我要！闭嘴！有点用的，给我练刀解解味儿。我忍不住砍死了你，想成另一份灵魂。我在血雾森林中的每日都遭受虐打，即使我主动求救，但经过常年折磨，我无法抑制的憎恨永恒之夜，渴望离开这里。在此之前，我必须打倒他，夺回我的另一半灵魂。经历无数次的锤炼，我的刀法变得更加纯粹，每把刀式的叠加都会让破击威力成倍上升，如同火势蔓延，终可燎原。人禅已无法运转4级阵法，守住此级是我的责任。破级！暗夜凶影，给我破吧！强的难以置信，我的神技已经无法阻挡他，那就
很顽强的斗志，但生命就是这样，很多事并非尽力就可以成功。逆天而行，你这样的胜利是无意义的，你只是个笑话。笑话，或许吧。杀了你后，我再收拾他。你没有机会。你羞辱我借神力！你我皆为救神女拔的女儿，我当然也继承了母亲的神力。我的神力是以透支生命为代价，将一切拖入召唤出的无限黑暗。你这是在自杀！光明与黑暗是无法相容的两极，强制融合的话，我们都会毁灭。神迹，永浴。创世神之力消失了。大元帅，不闻不问使命已成，就此告退。不闻不问，你承诺的事从未食言。打倒你以后，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但还有未完的战斗。遁空术，4级阵法被攻破了，太好了！迅速解决战斗，前往结晶山下汇合。捣碎灵魂拳！饶命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太痛快了！前进上！快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大长老，不好了！别大呼小叫，真正的神族战士，无论面对任何事，都不会慌张失措。对不起，敌人正向这里攻来。此日，本座要亲自去结晶山中一趟。你替本座带领所有神族战士，退守到结晶山外围，筑起第3道防线，坚守结晶山下。我怎么能做到？最坏的情况，要天来收拾残局。但本座不想让战局走到这一步。
若我族所有战士都能齐心协力，怎可能让敌人有机可乘？看够了吗？逍遥子，逍遥子，我们需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，但必须抱着必胜的信念。是。小孩的哭声，救命啊！你没事吧？哥长，孔雀，李靖，孔雀，追日。多谢你救了我，姐姐没事就好。这家伙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犯了神戒，爱上了人类，因此被囚禁于天涯海角。这段时间，我思考了很多问题。爹爹，好可怕啊！黑色巨龙，应龙飞去神域，结晶山一定有大事发生。说不定起义大军已包围了结晶山。不过，首先要阻止黑色巨龙。应龙是众神之主的神兽，他的远古神力不是你所能想象的。那我更不能让他去神域，否则逆天而行，他们将增加一个恐怖的对手。李靖，助我上去。小鬼，你可想好了？几百年前就想好了。去吧。无色界神力，无色强。长生界神力被逆转运行了。孽障，看你能抵挡到几时！孽障，你的破绽在本圣王面前已无所遁形，还想挣扎吗？他的出手变得无法捉摸，他有种匪夷所思的神力，没想到同样能以最原始的方式战斗。肋骨折了数根，这样下去的话，必须得到惩罚！惩罚！孽障，本圣王绝不饶恕！自不悔改，自取灭亡！恶蝉是吧？你比啰嗦的真蝉更容易对付。受死吧！我要将你的肉身打碎，将你的灵魂流放到绝地，永不超生！我的一生御敌无数，只要有一样东西握在我手里，就不会失去自信，那就是我的剑。我没什么引以为傲的东西，唯独剑术例外。你不是什么真理大道，只是一头怪物。我明白了，炼器终究只是剑的形式。我为了战胜敌人，却走了更多弯路。追求极致的剑道，就应该回归原点。本圣王要亲手粉碎你的剑！怎么，他的剑突然变得重若千钧？我将炼器收敛，
诸天变回原本模样，以精纯炼气凝聚而成，沉重无比。我运转全身力量，才能挥出一击，而这一击，无人能挡。你真的令本圣王怒了！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虽然你活得比我长，但我的实战经验比你多。你的动作已被我看穿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与强大的对手战斗，这是我一直追求的东西。泽宇，为什么要走？你到底追求着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很喜欢挥剑。我追求的东西，留在大商国是找不到的。你打算舍弃家族和朋友吗？不，我会回来的。你要好好照顾好他，以及大商的子民。我离开朝歌时，内心一片空洞麻木。天地之大，就只有我和剑。之后多年，我都在寻找填补我空洞内心的东西。我不断的挑战，受伤，再向前。一感到疲惫，或许我要停下来了。这是我最后的战斗，为了故人的承诺，为了我坚持的东西。够了，放肆也要有个限度。他被斩中多次，仍有如此反扑之力，深不见底的家伙。可恶！孽障力量竟如此强大，本圣王要以真正的力量收服你！罪业壮观！这是什么？幻象？不是真实的。罪人啊，看清楚吧！你所种下的因，有哪个人就要反胃而他。只要你曾伤害别人，就会遭到报应。这是天道，承受苦果吧，罪人！这就是公义、公平。本圣王的神迹，展示宇宙间的平衡，是世上唯一的真理。接受制裁吧！这家伙的神迹实在太可怕了，要我战胜这样的大神，我办得到吗？大鹰王，你绝不可以死！站起来，现在倒下就完了。我要走出这个困局，一定有出路的。向前走，一定可以找到出路。为了凡人，你想寻找罪业平衡的极限？凡人、罪人，谁的罪业要比血血偿还？他能穿过我的剑？太天真了，你的罪业太过沉重。他们如同鬼魅，审判你，制裁你，逃不掉。最终将被罪业吞噬。一定会有出路。有限的人生，怎可探寻无涯的宇宙？你只是一粒尘埃，无论你如何挣扎，都不可能逃出我的掌心。这场战斗是时候结束了。制裁我。
我，你有资格吗？我是神，当然有资格。我的一生的确伤害过无数生命，我不敢说自己是无罪之人，但谁可以审判我？神，神肆意残杀的人比我多何止千万。尤其是像你这种心胸狭窄、凶残暴虐，永远以为自己才是唯一真理的无道之人，我绝不承认。要我顺从你、屈服你而得到平安喜乐，我宁可勇堕深渊地狱，受永劫之刑。诸天，去吧，竭尽全力找出这个封闭世界的出路，真言破天。你焚烧深渊的招数早已对我无效。这不是焚烧深渊的炼器，而是剑气。极致的剑气在高速流动中摩擦形成的火焰。你竭尽全力所爆发的光芒，在本圣王眼中不值一提。罪业马上降临你身上，四分五裂。只要一息尚存，我便势必破你囚笼，燃尽我的生命吧！顽固，如此顽固的孽障你是头一次见。本圣王就成全你，死吧！是时候休息一下了，睡一觉也不错。阳光吗？有点刺眼。我睡了多久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已经身上的伤全部不见了？你相当幸运，几乎连我也无法救活你。毕竟我尚未有真正扭转生死的本领，这个命题我仍在参悟中。你救了我？像你这种人类太罕有了。你战胜我的大千世界，更重要的是，同时击破了我的心魔恶禅。我手中的宇宙并没有粉碎，一股不屈的力量在里面疯狂挣扎。罪业轮转构成的宇宙竟然被冲散了。你以无穷意志迸发的剑气，冲破封禁的宇宙，将我的心魔烧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孽障会有这种力量？我不敢信！恶禅是我内心最黑暗的部分，它一直困扰着我。没想到会是由你出手，解决掉我多年来的心魔。你想多了，我的原意是杀你，无论你是真禅还是恶禅。世上没有东西杀得了我，但即使拥有最强的躯壳又如何？我只是一个失败者。我输给了内心的恶念，而我的道理，你没有倾听着。为何不向人类传道？你说过，人类有着自私黑暗的本质，令你感到失望。但人类正在学习和成长，他们都在追求向善，愿意听道理的应大有人在，不包括我。向人类传道？我接触的人当中，有很多都需要智慧的指引，你可以挑选合适的人加以教导，再由他们传授他人，你的智慧就可以在世间流传了。这不是你的期望吗？我原以为人类与民族是暴力的掠夺者，没想到与你们交战，令我改变了一些看法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伤害我？
你要杀的是黑龙。阿兰，快走！你。天苏醒了。这是来自最强大众神之主的狂怒，太可怕了！只是你身后就已震断了我几根肋骨。死！黑龙，别为我再伤害任何生命了。没问题的，放松。对，就这样。你果然没有说谎，我们又再见了，相隔了10万年。10万年，离你重生就只差一线而已。他伤害了你，他不是故意的。我读了他的心思，了解到很多事情，一切都是缘分捉弄。白龙，白龙。你振作一点，不要死。我想一直留在你身边，可惜我不行了。白龙，这是暂时的，我们一定会再见。相信我，我们会再见的。我弄错了非常重要的东西，真正的甜。是这个才对。一直依靠血石提供生命力的，是天的同伴。难道神奴役人类和各族，不惜代价的采集血矿，是为了维持白龙的生命？这件事，连祭师也不知道。阿兰，我是你的祖先，你现在拥有的神源。有一部分和我相似，我不明白。你会慢慢找出真相的。我很喜欢你，因为我看出你有十分善良的本质。我想你开心地活下去。黑龙，外面的世界改变了很多，是不是？我的心已破损，无法治好，但至少我还有一点点时间。我想出去看看，你陪伴我，好吗？我们走吧。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天已被惊醒了。能与他匹敌的人，世上并不存在吧？祭师所说的谜语，到底……黑色巨龙，小鬼！那里是曾经反抗龙族的远古旧神，远不止这些。战败之后，他们被囚禁，常年经受海底深寒与炽热岩浆的轮回。那个地方名叫海角，那些未知的恐怖就封印在那里。海角，天涯海角其实是2座监狱，一座名为天涯，囚禁着神族的叛逆者；另一座名为海角，沉睡了10万年以上，关押的都是在远古大战中的失败者。那些旧神，应龙的职责就是替天看守海角牢狱。如今神域之战，应龙不得不离开海角去支援结晶山。我有一种隐约的感觉，这场战争是按某种计划而进行的。谁的计划？神焰。我那时遭到他的反击，同时也感受到很可怕的东西。他让起义军进入神域，
可能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。什么目的？释放的。你是人类？谁在跟我说话？但拥有神力。出来！别给我装神弄鬼！你是谁？渺小的人类，竟踏上了众神的领地。少跟我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！人类为奴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奴隶也是，我们被囚禁的太久了。囚禁？那里是镇魂之所，封印着我们所有旧神的神力。只要击碎它，我们的束缚就将不复存在。原来你不过是条看门狗罢了。没有谁能让老子跪下！尝尝这撞倒不周山的力量吧！伯策，怎么了？突然好想哭。她是民族大将，苍白的脸妹妹。大元帅怎么样了？我感到他的灵魂正在激烈燃烧，这是个不祥的预兆。我要去前线。我们应该留守后方，以防神族偷袭。即使违背大元帅的命令，我也要去。我跟你一起去好吗？我讨厌你！不要以为大元帅对你好就很了不起。别跟过来！别怪他，他只是心急而已。我也很担心，阿狗。骨雕，我们走。这种程度的撞击，本大爷根本不放在眼里。肋骨断了6、7根，下一击如果不成功，可能要丧命于此了。你是想？就是现在！有人摧毁了海角监狱。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人类的力量。很好，人类的力量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。那么，作为回报，囚笼千锤，赤火百炼，金石为护。杀霜在甲，
它由本神的神力与应龙的利牙融合而成，名为碎龙之甲。穿上它，继续战斗吧！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寄宿在刀内的灵魂在颤动。不，是兴奋。怎么收手了？应该再刺深一点啊！你不可能挡不住这一刀。为什么？这一刀不刺进我身体的话，我就无法把那另一半灵魂还给你。我的族人都死了，很久没有人陪我说话，直到你来了。这些年我过得真的好高兴，可惜你必须要走。那么你走之前，这就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。此刀染了我的血，亦分享了我的灵魂，连同你被我吃掉的灵魂，现在一并给你。你已拥有驾驭它的资格，小鬼，我没有能力复仇。你拿着这柄刀，好好的干吧。灵魂力量源源不绝地涌入我本身的灵魂，这柄刀不只是我的命器这么简单。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，没办法再活动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用吃惊，灵魂是一切的关键。我失去了很多很多的灵魂，站不稳。永恒之夜，走！你不是时日无多了吗？你不是不想留在这里吗？走，快走，永远别回来！快走！以永恒之夜命名的这柄刀，绝不会输给任何对手。虽然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但终于逼迫众神之主不得不现身，来面对10万年的复仇怒火。天，我最后的对手，终于见到你了。冥族，永恒之夜，我们最后一次并肩作战吧。非常强大，天武的力量与天完全不能相提并论。即使已有准备，但与他作战，还是感到恐惧。他有破绽吗？一定会有。既然如此，就以这招来找出他的破绽。破击！永恒之翼！
永恒之一，破击刀光如万仞刀山，封锁一切躲闪角度。还没有，我还没有到达极限。我略微出手，就已知人类的极限，而你至少不会让我有睡意了。天，承受民族10万年的怒火吧！逆天而行，你救活了我，应该不准备再战斗下去了吧？我走了。天已经苏醒了，众神之主的力量是你无法想象的。你们已经没有明天了。逆天而行在战斗，与天战斗，即便明知道是奔赴死亡，也不能容忍自己再一次目睹伙伴被杀而苟且的活。天与你相比如何？在我之上。我很期待。我有不祥之感。旧神们被解放了，一批强大的神力从天涯海角四散而去，究竟是他们？你不可能是天的对手。如果你侥幸能活下来，可以到第9个太阳陨落的山谷来找我。看来你已经有资格完成我们约定的一战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谁有功夫跟你决斗了？我还有正事要办，再见。也许再也不见。